叶天自幼被遗弃在狗窝中，就在即将被狗子一屁股坐死的危急时刻，太上门首席陈太虚及时赶到，用千年杀将其救下，并收为首席弟子。而叶天苦修数载，却始终卡在炼体境，无法聚集灵气踏足修仙之道。只见天空雷云滚滚，数道闪电瞄准盘坐地上打瞌睡的叶天。恰好此时龙帝之女秦可人带着手下秦兵从树后出现。帝女，咱们来这里做什么？天正龙战将至，太上门作为天下第一修行圣地，若能得其助力，地位非我莫属。惊雷落地，秦可人猛然转头，看见不远处闭眼酣睡的叶天，恰好被天雷击中。这是有人在渡9重雷劫，渡过天劫就是真仙，可是我在此人身上感受不到丝毫的灵气波动。糟了，也许是此人修炼走火入魔，引动了天劫。此人能够在这里修炼，必是太上门的弟子。阿冰，出手救人。是，帝女。属下无能，错不在你，也许是他时运不济，注定如此。我先带你去疗伤。惊雷噼啪作响，秦可人抬头瞧见9道天雷如水银泻般猛灌叶天，担心之时，却见叶天鼻子吹出气泡，全身毫发无伤。此人居然能在毫无防备之下硬抗天雷，如果他能成为我的护道者，谁还会是我的对手？秦可人注意到挂在叶天腰间的令牌，那是天神令，为什么会在他身上？阿冰，坚持住，我这就带你疗伤。两人走后，叶天猛地睁开铜铃大眼，天雷也随之消散。怎么感觉浑身酥酥麻麻，像是被雷劈过一样？难道刚刚老子在梦里渡了雷劫，要突破了？我勒个道，卧龙山还有蚊子！叶天气愤地看着手上的鲜血，特么得，我就说为什么会痒，原来是被蚊子咬的。老子从小练到大，结果连只蚊子都防不住，还修个鸡毛的仙。叶天气愤起身，直奔太上门大堂。此时，叶天的师傅陈太虚正坐在蒲团偷看颜色早上。被踹门而入的叶天吓了一跳。老头，这鸟仙老子不修了，我要下山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不修了？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还是个在炼体境的小卡拉米，比我晚入门的杨师弟都白日飞升了。这会儿估计都在仙界吃蟠桃泡仙女呢。再看看我，连御剑飞行都不会，让隔壁老外看到，还以为咱太上门修不起仙呢。修仙之路逆水行舟，要一步一个脚印。你心境太浮躁，怎么能成大器呢？我不管，我要下山，我要娶老婆。凭你也配高攀我林家？林氏集团的总裁林婉晴带着手下林秋霜挺着胸大肌走进大堂。你谁啊？我的名字你还不配知道，你只需要了解，以你的身份配不上我。今天我是来退婚的。叶天捡起婚书，心中纳闷自己还是处男，什么时候多出了个老婆？你小时候傻里傻气的，我怕你长大之后没人要，所以就给你安排了几张娃娃亲。老头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现在才告诉我？我这不都是为你好吗？陈太虚转头看向大波浪林婉晴，我记得你是叫林婉晴对吧？快请坐。不必了，我的时间很珍贵，今天只是来通知你们，这婚约我毁了。万事好商量，感情可以慢慢培养嘛。你看我们家叶天有手有脚，会用智能手机，下雨天知道打孩子，1等1的俊后生。林秋霜上前一步打落陈太虚手中的iPhone手机。够了，我家小姐精彩绝艳，受到龙帝赏识，不日就要受封镇北王，统辖一方，万人之上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高攀我家小姐？陈太虚见林秋霜羞辱自家徒弟，脑中闪过无数草泥马。我们家叶天虽然只是炼体境，但再不济也是修仙者。至于你家小姐，就算当上人间战神，终究不过是一介武夫罢了。老头，你敢对我家小姐不敬，找死！林秋霜一掌拍向陈太虚，陈太虚随手拉来叶天挡在身前。老东西，哪有你这么坑徒弟的？话罢，叶天慌张架起双手交叉抵挡，而林秋霜被叶天震得口喷彩虹，身子连退数米。难怪敢大放厥词，原来是在藏风扮猪吃虎。喂，你该不会是想碰瓷吧？师傅，我可没动手，他诽谤我啊！刚才是我大意了，再来。够了，也许你有点小手段，但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炼体境永远是炼体境，地里的泥鳅不可能化为真龙，你我注定是2个世界的人，别再纠缠不休了。林婉晴从怀中掏出黑乎乎的令牌，丢进叶天怀里。作为补偿，这块战王令给你，等到封王大典结束，你可以向我提出一个条件，不管是至高无上的权力，还是富可敌国的财富，我都能给你。叶天好奇地抹撒着战王令，随手从裤裆里掏出天神令。战王令怎么看着跟我这块擦屁股的令牌也没两样啊？你怎么会有天神令？天神令怎么了？很牛波一吗？
废话，天神令出自天神殿，是世界上最神秘强大的组织。据说天神殿主攻参造化，已经真至仙神之境。这都谁造的谣啊？我就下山执行了几回宗门任务，怎么就成仙成神了？切！你的意思是你是天神殿主？别搞笑了，天神殿主何等大人物，万人之上，屹立在世界的最顶峰，而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炼体境修士罢了。我看你这令牌肯定也是假的，奉劝你一句，自己玩玩可以，千万别带下山。要是让天神殿的人知道你亵渎了他们的主人，你将万劫不复。够了，咱们走。叶天仔细对比手中的2块令牌，而背后的陈太虚一脸心虚，悄悄踮起脚尖准备开溜。老头，站住！不给我个解释！我陈太虚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好好好，这么晚是吧？我这就去告诉师娘，你在床底下藏了岛国成人杂志。别呀，小祖宗，为师错了。随即，陈太虚从怀中掏出5封婚书。当年龙城5大家主有求于我，我要他们留下婚书作为代价，若有后代，男子为仆，女子为妻。你心心念念的瑶瑶也在这里面。这里面有瑶瑶的？没错，你也成年了。现在我把这些婚书交给你，要怎么处理，你自己做决定吧。那还用说，当然是下山找瑶瑶了，拜拜了您嘞。陈太虚见叶天一溜烟跑出大堂，赶忙捧起被丢在地上的杂志。好徒儿，此番度过情劫，你就能成为人间第一，肉身成圣。龙城唐家别墅内，叶天的青梅唐诗瑶正在被唐母和弟弟唐青云安排相亲。诗瑶啊，你就去见一面吧，楚少对你可是一片真心啊。妈，我不嫁。楚明是出了名的纨绔，玩死过多少女人？你们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？你不嫁也得嫁，楚少已经放话了，你嫁过去，立刻为咱们唐家免去债务，再注资10亿，否则唐家就完了。是啊，姐，嫁给谁不是过日子？楚少那么有钱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还不好吗？既然这么喜欢，你怎么不嫁过去？他说了不嫁，你们都聋了，听不见吗？一个炼体期的臭乞丐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叶天摘下鸟窝，指着门口口吐白沫、两眼翻白的3名迷彩服壮汉：“你说门口那几个已经被我打趴下了。”放屁！我唐家保镖个个都是退伍老兵，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。你们该不会被骗了吧？我还没用力，他们就倒下了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趁他们午休偷偷溜进来的，不就是要饭吗？唐青云掏出2枚钢镚丢在叶天脚边，拿了钱赶紧滚！叶天看了一旁眼脚下的钢镚，轻轻摇头：“小舅子，你搞错了，我不是来讨钱的，是来讨媳妇的。”唐青云与唐诗瑶听后一脸懵逼，只见叶天从怀里掏出一张婚书，上面赫然写着唐诗瑶与叶天的名字。10年前，唐家遭难，有求于太上门，我师父出手帮唐家化解劫难，代价是唐家后世3代子孙，男子为仆，女子为妻。我今天来就是跟瑶瑶完成婚约的。是他。闭嘴！瑶瑶也是你叫的，你一个臭乞丐也想高攀我们唐家？哼！契约白纸黑字，怎么你们唐家想赖账吗？唐母站起身，走到叶天跟前。我说是谁？原来是太上门那个出了名的废物啊！在山上修炼了10几年，连个炼体境都突破不了。且不论你手中的婚书是真是假，就算是真的，那也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了。如今我唐家已经名列龙城5大家族，资产上100亿，你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家诗瑶？哦，看来你们唐家是铁了心的要赖账喽。我唐家能够跻身龙城5大家，自然不会赖账。来人！迷彩服老兵扛来2箱饼。唐青云一把接过把饼，全倒在叶天头上。当年你师傅不过是给了我爸1块破饼，现在我还你1000倍，够地道吧？你今天必须当面给我吃完，否则别想走出这个大门。哼！我师傅给你们的可是那日月之精炼成的玉皇饼，能够延年益寿，增强一甲子的功力。若不是我师傅开恩，你唐家怎么会有今日的辉煌？1块玉皇饼价值万金，而现在你们就拿着普通的饼来偿还，这世上哪有这等好事？你小子别给脸不要脸！告诉你，我姐马上就要嫁给楚少，楚家可是龙城最至高无上的隐士豪门，一言可兴万兵，不武天下。要弄死你，就跟捏死一个蚂蚁一样简单。叶天攥住唐青云的手指，微微用力，唐青云却痛得铺天滚地，地动山摇。除了我师傅和未来媳妇儿，没人能用手指我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你敢伤我，你死定了！今天你不给我跪下来道歉，就休想走出唐家。来人！唐诗瑶赶忙挡在2人中间。等等！叶天见唐诗瑶维护自己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瑶瑶，哼！谁让你动我弟弟？瑶瑶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就算我还记得你，现在你的身份也已经配不上我。为什么？咱们约好的，长大了我来娶你。叶天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
叶天从身后拔出珍藏多年的巨型针织棒，递向唐诗瑶。瑶瑶，你看这个棒棒糖，我还一直留着呢，不舍得吃。每次想你的时候，我就拿出来看看。舔狗的糖就是甜。小时候的戏言而已，当不得真。更何况现在你与我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上，识相的话，赶紧离开。叶天，别怪我，楚家不是你能招惹的。听见没有？叫你滚呐！再不走，老子把你腿打断！叶天不甘心，随后从怀中掏出金光闪闪的天神令。传说，逼我装逼是吧？好，若我说我是那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呢？此时的龙帝居所，穿着凉快的秦可人对镜贴花黄，突然帝女护卫秦兵手持长刀推门而入。什么事这么匆忙？帝女，天神殿传来消息，天神令再现人间，就在唐家。听到天神令现世，秦可人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。快备车，我要亲自迎接那位大人物。唐青云想要抢夺叶天手中的天神令，即便脚趾抠破地板也没拽动分毫。你想要啊？你想要你可以说吗？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？虽然你很有诚意的看着我，但你还是要说出来，我才能知道你想要的。如果你不说出来，我怎么能知道你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呢？够了，给我拿过来！啊！你特么的，这是从哪个地摊上买的？做工还挺精致。你要是天神殿主，那我就是陆地神仙，哈哈哈哈！叶天，你够了，冒充天神殿主可是死罪，趁没人追究之前，赶紧离开吧。唐青云一脸鄙夷，随手把天神令丢回给叶天。拿着你的玩具滚外面玩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你走吧，我要嫁的人就算不是什么盖世战神，也得是世家少主，社会名流，你还差得太远。叶天紧握手中的天神令，痴痴地看向唐诗瑶。瑶瑶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突破炼体境，成为陆地神仙，风风光光的娶你。青云，送客。看在我姐的面子上，今天我不弄死你，赶紧滚！叶天看了一眼唐诗瑶，不甘地转身离开。伤了老子就想走，做梦！随即，唐青云抄起高尔夫球杆，砸向叶天后脑。未来小舅子，你怎么了？唐青云痛苦地捂着被打成面条的右臂。谁是你小舅子？我在练功不行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这样练功的，有空了教教我，我也想进步。闭嘴，赶紧滚！不教就不教，干嘛发脾气？真小气！叶天刚转过身，唐青云左手从怀中掏出一把沾满剧毒的匕首。这小子身体怎么这么硬？肯定是我刚才没用好力。香蕉你个巴烂，这回看你怎么死！眼看匕首要扎进叶天后背，叮的一声，铜皮铁骨与刀刃摩擦，火光四溅。一脸蒙圈的叶天回过身，瞧见唐青云两条手臂像面条一样随风摆动。小舅子又怎么了？我不是说了我在练功吗？我修行10余载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像阁下这种练到双臂脱臼还如此坚定的，佩服佩服。知道害怕就行，明天我姐就要结婚了，滚吧，别再让我看见你，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，结婚不行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瑶瑶嫁给别人，就算是抢，我也要抢回来。而此时，林婉晴正在跟小卡拉米激情击剑。林秋霜突然出现，什么事？香姐，我刚收到消息，传闻中的天神殿主出事了，即将君临龙城。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怎么会突然出事？也许是因为楚家和唐家的联姻，这就解释得通了。楚家是天神殿4大天尊中白虎天尊麾下势力，天神殿主出事，可能是受邀参加楚家的婚礼。区区一个镇北王位，对我来说还远远不够，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，拜天神殿主为师，更上一层楼。出发去参加婚礼。酒店大厅内坐满宾客，楚明与唐诗瑶面对面站在台上。新郎，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？我愿意。请问新娘愿意嫁给新郎吗？唐诗瑶心怀不甘，期待地看向酒店大门。我看新娘的表情，好像不太愿意啊。那可不，楚明是出了名的纨绔，但凡有得选，谁愿意嫁给他啊？可怜唐家的天之娇女，就这么要被糟蹋了。哼！大喜的日子，别逼我扇你，赶紧收拾，不然你唐家等着破产吧。为了不让唐家破产，唐诗瑶咬牙闭眼，准备认命。突然听见叶天大叫一声，他不愿意。唐诗瑶看着意气风发的叶天，满脸吃惊。叶天，你来这里干嘛？赶紧滚，这里没你的事。就是要死去别的地方，别在这儿耽误我们唐家飞黄腾达。特么的，敢坏老子的好事，切！给我把他的腿打断，扒光了吊到门口，我要让所有人看到得罪本少的下场。是。随即几名黑衣保镖手拿电击棒包围叶天。
叶天，你快走！楚少，我答应嫁给你，他就是个傻小子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放过他吧。放过他？行啊，你把衣服脱了。什么？在这里？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！女人如衣服，我要多少有多少，你也不过是我的一个玩物而已。想救他，就照我说的做，否则哼哼。唐诗瑶咬着嘴唇，回头瞧见叶天被电击棒包围。叶天，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好，我脱就是了。瑶瑶，别听他的，今天就算是抢亲，我也要带你走。楚明掏出一把西瓜刀，指向叶天。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来人，给他砍成西瓜汁。2名保镖抡起40米大刀，朝着叶天砍去。不要！大刀砍在叶天身上，嘎巴一声，大刀断成4截。这特么的怎么回事？你们拿个假刀也敢糊弄我？叶天双手钳住2人大臂，用力一握，2人腾空而起，原地转圈，化作螺旋桨飞出门去。我的老天奶，从未听说过有炼体境的武者可以刀枪不入，但他体内没有一丝灵气，绝不是什么高手。瑶瑶，我带你走。唐诗瑶刚想伸手，却被楚明一把拽了回去。区区炼体境就敢在我楚明的婚礼上闹事，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李长老，宾客席间，一个半米不到的白胡子老头从板凳上跳下。小伙子，血气方刚是好事，但也得清楚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楚家不是你能招惹得起的。居然是李长风，楚家的供奉。据说他是龙虎山的门人，虽说身高不到半米，却有一身龙虎大气功，霸道无比，已经修炼到了筑基境界。筑基境的强者可以真气外放，隔着100步取人手机，已经超出凡人的范围了。这个小伙子的手机怕是要遭殃了。叶天一脸懵逼，赶忙护住口袋中的iPhone手机，低头看向同身巨丑的李长风。小伙子，念在你勇气过人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受老夫一招不死，可免死罪。现在离开，绝对无人敢为难你。居然是筑基境，刚下山就碰到这样的阴差。师傅说山底下没几个比我厉害的，果然是忽悠我。为了瑶瑶，拼了！来就来，但我要是赢了，我要带他走。哼，此人没有谈判的资格，先活下来再说吧。只见李长风脚下生风，攥紧小拳拳冲向叶天胸口。叶天，小心！叶天紧张闭眼，举起双手抵挡。奇怪，这小子怎么没反应？筑基境一拳有9牛2虎之力，别看他表面没什么反应，说不定5脏6腑都已经爆了，下1秒就得暴毙。众人懵逼之时，李长风猛地喷出一口老血，捂着手掌惨叫：“我的手！”李大师，这小子邪乎得很，身体出奇的硬，应该是练了什么外功，万不可大业。李长风反手给唐青云一巴掌。这么重要的事，你特么不早说？你他爹的也没问啊！我已经是筑基后期，只差1步就可迈入金丹境，成为宗师，却连他防都破不了。难不成他已经是陆地神仙？在下有眼不识泰山，冒犯了前辈，还请恕罪。我没看错吧？李供奉居然认怂了！堂堂筑基境高手，居然给一个年轻人鞠躬道歉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不明所以的楚明走到李长风身侧。李供奉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怎么给他道歉？叶天松开手，一脸茫然地望向李长风。这就打完了？老头，你是不是故意隐藏实力，想赢我？等我放松警惕了，再来偷我的手机，不讲武德。我不是，我没有。饭可以乱吃，手机可不能乱偷啊。奇怪，那我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？李长风眉头紧锁，看向一脸无辜的叶天。他怎么这个表情，不像是装的？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李供奉故意放水，先给你点希望，再让你绝望。楚明走到李长风旁边，拍了拍李长风的肩。哈哈哈哈，还得是你会玩，我们都被你秀了一脸。你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立刻跪下，给李供奉3跪9叩，求他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等他真的出手，你将碎尸万段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李长风反手怒抽楚明。你特么吹牛逼，别带着我。你敢打我？打你那是救你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连我都不能撼动他半分，他的境界只怕已入陆地神仙，你又算老几？陆地神仙。一旁看戏的唐母凑上前询问：李供奉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他哪里是什么陆地神仙，只是一个废物罢了。你怎知道？我确定他就是太上门那个万年吊车尾，别人都白日飞升了，就连养的狗都得道成仙了，只有他还停在炼体境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垃圾。难道真是老夫搞错了？我明白了，太上门终究是天下第一宗门，这小子身上肯定有什么护身法界，才能做到毫发无伤。只要是法界就有限制，不可能无限使用下去。妈的，吓死老子了！我还真当踩到硬茬了。李供奉，你在等什么？还不出手？我要他死！
别忘了，我爸可是楚千秋，我楚家可是白虎天尊麾下第一世家。我要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，动手！李长风听完楚明的话，恍然大悟。小子，刚才也许是老夫误判了，老夫准你留下一言，死得体面一些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干嘛总打打杀杀的？坐下来喝口雷碧不好吗？叶天一顿，突然觉着方才楚明所说的楚千秋十分耳熟。等等，你刚刚说楚千秋？这封天命血誓可还眼熟？你怎么会有这东西？我这次下山便是为师请命，来收10年前的债。10年前，我师父曾降下仙缘，赐予5人，时至今日，这5人飞黄腾达，有的已是隐世豪门，有的则富甲一方，更有人问鼎战神，护国疆土。而你楚家便是其中之一。楚明夺过纸张观看，纸张上写着：如为此事，人神共诛，落款楚千秋。真是我 daddy 的名字。依照约定，楚家后世3代子孙，女子为妻，男子为仆。楚明还不赶紧认主？你哈哈哈，你怕是傻了，拿了个破纸条就想要我楚家为奴，开什么国际玩笑？楚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 daddy 的小快手打拼出来的，跟你太上门有几毛关系？天命血誓一旦签订，便无法逆转，就算你撕了纸张，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楚家当真想要毁约吗？就不怕承受我太上门的怒火吗？太上门是厉害，但再厉害也管不了人间的事物。楚明嘴角歪上眼角，单手指向地板。这个人间是那高高在上的天神殿主说了算，而我楚家则是白虎天尊麾下首席世家，除了天神殿主亲临，没人能让我楚家俯首，就算是太上门也不行。我说的。听完楚明的话，叶天一脸不解。特么的，我就下山几次，随手创立的组织居然能发展成这个地步，到底是谁在造老子的谣？那你可认得我手里的这块是什么？叶天深吸口气，掏出天神令，一道光芒冲天而起。车内闭目凝神的秦可人突然被秦兵吵醒。弟你，天神令再次现世了。那位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竟在人间如此活跃，快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。楚明看着叶天手中散发金光的天神令，一脸震惊。天神令怎么会在你手里？天神殿规矩，见令如见人。天神令既然在我手上，意味着什么？还用我说吗？难道你就是店主？楚明慌忙跪拜，却被唐青云拦住。你干什么？楚少，您可别被这小子给骗了。天神殿主何等大人物，怎么会是一个区练体境的傻小子？这令牌肯定是他从哪儿买的假货。有道理，天神殿主那可是信手之间覆灭异域兽王南疆蛮神的大人物，差点被你给骗了。胆敢冒充天神殿主，你知不知道这可是灭族的大罪？本来只是把你吊起来示众，还能留你一条狗命，现在就算你死1万次，也消除不了你的罪孽。唐诗瑶冲上前，抬手一记棉花拳打在叶天酷似彦祖的脸上。够了，我对你一忍再忍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还敢冒充天神殿主。我最讨厌吹牛不切实际的人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我不想你破坏了我的心情，滚啊！叶天，别怪我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保住你的命。旁观的李长风紧紧着唐诗瑶的手，眉头拧成8字。奇怪，他打怎么没事，我打就硬邦邦的，难不成真是护身法器？楚天再次掏出西瓜刀架在叶天脖颈上。够了，老子的婚礼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没那么容易。要走可以，把命留下。叶天看了看手中的令牌，无奈摇头，随手将其丢进垃圾桶。哎，要你有个 damn 用！就算我不是天神殿主，也是货真价实的太上门弟子，你楚家撕毁天命血誓，就不怕招致报应吗？楚明放声大笑，环视四周。报应在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啊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人敢审判楚家。此时屋外响起一道雷声，风云变色，宾客众人惊慌失措。好端端的，怎么打雷了？王二狗发誓又被劈了，该不会真是所谓的天谴吧？放屁！一帮没见识的258万，打个雷下个雨而已，看你那怂样！看来就连天都不站在你那一边，胆敢冒犯天神殿主，就算你是太上门的人，老子也不给面子。叶天站在原地，撸起袖子露出一胳膊的瑞士表。急什么？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而已。你小子装的没完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想死别连累我们唐家。叶天丝毫没有理会唐青云，反倒云淡风轻地看向楚明。现在应该差不多了。走廊外，楚千秋带着2名保镖四处寻找大唐。突然，楚千秋眼前闪过雷光，猛然捂着心口痛哭倒下。快通知少爷，老爷病倒了。少爷，大事不好了！有屁快放，老子忙正事呢。你爹地心脏病犯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知恩不报，天理难饶，这个道理原来你楚家不懂啊。
唐青云不可置信地松开叶天。天谴降临，楚家要变天了！道爷啊！双眼红肿的楚明冲上前，一脚踹翻宾客。给老子闭嘴！我爸很早就有心脏病，偶尔发作也很正常，这一切都是巧合。就算他心脏病犯了，凭我楚家的势力，也可以拿到最好的医疗资源。就算是阎王来了，也收不走他。就是你别以为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就真把自己当碟菜了，还报应。我唐家也不认这个账，怎么不见我唐家有事？那说明你代表不了整个唐家，也或者你们唐家中某个人的心里还有我。叶天看向唐诗瑶，唐诗瑶娇羞地低下头，而看到两人甜蜜对视的楚明顿觉头顶早是一片青青草原。李供奉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动手！好小子，一个人不会有第二次幸运，我倒要看看你那护身法器能撑得住我几次攻击，受死！话锋刚落，只见李长风挥舞着王八拳朝叶天袭来。老匹夫，你不讲武德，说好不打了的。李长风奋力跃起，一拳打在叶天手臂，全身骨头碎成粉末，整个身子被震得倒飞出数米。李供奉，别动，我浑身的骨头都断了，快帮我打急救！什么？难不成他的实力真的深不可测？叶天放下手，看向倒在地上的李长风，一脸惊奇。喂，你别来这一套，我可看过电视，少尼玛碰瓷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没钱。是我他爹的不祥气吗？老子从娘胎带出来的骨头都被你干碎了。我没看错吧？李长老居然倒下了！堂主激进，就这么败了？叶天看着倒地的李长风，无奈摇摇头。你们这些城里人，个个都是戏精，一天到晚随地大小眼。我已经按你们说的接下了2招，那我就把人带走了。叶天拉着唐诗瑶刚要往外走，门外传来林婉晴的声音：宁拆迁做庙，不破一桩婚，这个道理你不懂吗？镇北王道。林婉晴带着林秋霜闯进大厅。什么风？居然把镇北王都给吹来了！镇北王可是咱大夏最年轻的女战神，实力已经真至金丹境，可称为武道宗师，这样的强者万里无一。林婉晴走到叶天面前，截住去路。是你？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你。林婉晴注意到倒在地上的李长风，两眼瞪得像铜铃。这是你做的？我可什么都没做，是他自己要碰瓷。是这样吗？刚从震惊中缓过神的楚明急忙站起来身，怒指叶天：镇北王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小子突然闯进来我的婚礼捣乱，还打伤了李供奉，请你给我们楚家做主。李长风是筑基境，怎么会败在一个小小的炼体境手中？这里面有蹊跷。无妨，等王心里有数。林婉晴走到叶天面前，两人四目相对。男人要正视自己的无能，没本事就别去破坏他人的姻缘。你的所作所为真是让我感到恶心。好在我家小姐已经退了和你的婚约，否则她这一生都要毁在你的手里。你说她是镇北王的未婚夫？未婚夫3个字一出，唐诗瑶的脑袋像炸开一样，转头质问叶天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既然已经有未婚妻了，干嘛还来找我？眼看唐诗瑶误会，叶天赶忙把唐诗瑶拉回身前。都是我师父搞的孽债，晚点跟你解释。我发誓，我心里只有你。镇北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您这样的大人物，怎么会跟他一个废物扯上关系呢？别他爹的搞对象了，谁帮我叫个救护车啊？我林家在10年前也曾得到太上门主的仙缘，按照约定，当女子为妻，男子为奴。但龙不与蛇居，我已成就金丹境，而你却只是个小小的炼体境。弱者就要有弱者的觉悟，我绝不可能嫁你为妻，但作为补偿，财富和权利我都可以给你，如此也不算背信。叶天不耐烦地挥挥手：好，你说什么都好，反正我也不想跟你结婚。我说了，我心中只有瑶瑶一个人。切，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，你可想清楚，要跟这个一无所成的废物吗？同为女人，我理解你，只要你不后悔你的决定，无论选择哪方，本王都会为你做主撑腰。林婉晴，你什么意思？老子给你面子叫你一声镇北王，你还喘上了我的未婚妻，凭什么你说了算？林秋霜目露凶光，手中利刃出鞘，直接架在楚明脖子上。侠女，有话好好说，何必动刀动枪的呢？现在做出你的选择。叶天，你会辜负我吗？叶天化身江南第一深情，拉起唐诗瑶的手：瑶瑶，我心里只有你，相信我。你可想好了，你唐家的亏空可是有足上百亿，没有我楚家，唐家欠的债足够让你们10辈子也翻不了身，搞不好明天就会被人乱刀砍死在街头。唐诗瑶转头看向唐母和唐青云，却见两人被手拿餐刀的保镖抵住后腰。瑶瑶，妈把你们姐弟俩养大不容易，你可不能眼睁睁看着妈去死啊！是啊姐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啊。楚明，你无耻！
楚明挡开林秋霜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刀，嘚瑟起身，看向林婉晴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理，你说呢，镇北王？很好，现在看你的了。唐诗瑶的目光不断在叶天与母亲两人之间跳动。我选叶天。唐母被气得火冒三丈，指着唐诗瑶破口大骂：好你个不孝女，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生条狗。姐，没想到你居然胳膊肘朝外拐。这些年我为唐家也赚了不少钱，对唐家我仁至义尽，是你们亲手把唐家的基业断送了。钱我可以再想办法替你们还，但我的幸福必须要把握在自己手中。从今往后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好好的贵妇人不大，非要学魔丸，你就不怕老子把你唐家一锅端了吗？眼看楚明要伤害心上人，叶天抢先一步挡在唐诗瑶面前。要动瑶瑶，先过我这关。我赞赏你的勇气，但这种场合不是你可以参与的。珍惜生命，远离唐诗瑶。话罢，林婉晴双眸凌厉，瞪向楚明。今天有我在，看谁敢动他。楚明见林婉晴挡在唐诗瑶面前，不禁拍手叫好。好好好，林婉晴，老子给你脸了是吧？真以为你练成了金丹就了不起？别忘了，我们楚家背后可是白虎天尊。别说你现在还没加冕为王，就算你晋升完毕，白虎天尊一句话也能夺了你的位置。天神殿的4大天尊可都是站在世间顶峰的大人物啊！尤其是那天神殿主威震九州，就算龙帝亲临，也得俯首称臣。镇北王再厉害，也只是受龙帝册封，而楚家背后可是天神殿，孰高孰低，一目了然。楚明昂首挺胸走到林婉晴面前，伸出小拇指勾起林婉晴的下巴。你若想拜那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为师，就得听我的，否则你连他的面都别想见到。你凭什么敢这么说？就凭今日是我的婚宴，店主他老人家才会君临龙城，否则店主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怎么会突然现世？林婉晴皱眉犹豫之时，林秋霜赶忙上前劝解：香姐，天神殿主难得一遇，错过这次机会，恐怕……林婉晴闭上眼，深吸口气，夺过林秋霜手里的刀，将刀刃抵在叶天脖上。你做什么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拜天神殿主为师，是我毕生所愿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学艺不精。如果你是个顶天立地的强者，今天就能带走你喜欢的人。可惜你做不到，你这个无能丈夫，比岛国男人还窝囊。叶天突然仰天大笑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没见识，一个小破天神殿就让你放弃原则，什么狗屁镇北王也不过如此。你敢对我家小姐不敬？与此同时，楚明紧跟着上前，怒指叶天鼻头：敢瞧不起天神殿，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。叶天，你平常再怎么嘴里跑火车也好，我不介意，但是天神殿那是不可亵渎的禁忌，你不能再这么放肆了。瑶瑶，我真没胡说，天神殿就是我当初下山执行任务，随手收了几个小弟组成的。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发展得这么好，还封我为店主。改天我一定把那几个小弟叫过来给你解释解释。够了，给我住口！你这个土包子要是天神殿主，那我就是天王老子。楚明看向林婉晴：林婉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个垃圾敢侮辱店主，你就容他这般放肆吗？林婉晴看着叶天眉头紧锁，心中暗自叹气。叶天，我给过你很多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他不要命我要，哪个人行好，帮我叫个救护车啊！叶天冷笑着看向林婉晴：我叶天虽然境界低微，但也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。大丈夫，你也配？你不过是个废材而已。如果不是运气好沾了太上门的名头，你都不够格跟我家小姐说话。住嘴！林秋霜心虚低下头。叶天，我只出一刀，一刀过后，你若死，我请333名土著给你好好跳上3天3夜，帮你风光大葬。你若活，从今以后我为你马首是瞻。哼，好，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下当领狗。好，终于你也硬气了一回，我成全你。眼看林婉晴举起刀砍向叶天，唐诗瑶慌忙伸手扑上前，不要！林婉晴举起刀砍在叶天脖子上，火花迸溅，刀刃瞬间崩解碎成一地。我勒个爹，我没瞎吧？镇北王的刀断了。镇北王的佩刀大夏龙阙可是千年玄铁打造，斩金截玉，削铁如泥，怎么会断呢？林婉晴痴痴地看着手中的刀把，我的刀碎了。大夏龙阙毁了，这岂不是意味着这小子比镇北王要强？搞不好他真是高手，镇北王再强也只是练武，太上门玩的可是修仙。唐青云凑到楚明身边：楚少，这可咋办啊？镇北王都拿他没办法，这婚怕是结不成了。闭嘴，你懂个调。楚明走到所有人面前，掏出喇叭大声宣布：
江湖不只是打打杀杀，还有人情世故。如果当着所有人的面杀了这垃圾，太上的面子往哪搁？依我看，这北王这是故意留手，给太上们几分面子。有道理，还得是你眼光高远啊，楚少。叶天挠挠脖子，一脸疑惑，怎么一点都不疼？你这刀也不行啊，不会是从拼夕夕买的假货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把大夏龙阙可是龙帝亲自采东海玄铁，由名将欧野大师铸造而成。放眼整个大夏，也只有这一把。那怎么说碎就碎了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龙帝拿碎冰冰忽悠你。你找死！林秋霜准备上前教训叶天，却被林婉晴拦住。叶天，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炼体境啊！林婉晴快步上前，一只手按在叶天的肚子上，小手朝着叶天摸完摸去。感觉自己已经不干净的叶天慌忙后退，裹紧身子。你妈呢？老子的18块腹肌都被你摸秃噜皮了。他的丹田中没有真气波动，看来没有说谎。但区区炼体境怎么会这么强？也许他真的在藏风，暗中吃虎。林婉晴收回手，朝叶天抱拳。愿赌服输，从今以后我任你驱使。什么？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你怎么会输给他这个废物呢？林秋霜眼冒杀气，怒视唐青云。你的意思是我家小姐连废物都不如了？不，我没这个意思。最好是这样，要是让我知道你敢对我家小姐不敬，我割了你的舌头。堂堂正北王，居然真的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？这不可能啊！楚明一脸疑惑，随即走上前质问林婉晴。林婉晴，你什么意思？故意放水是不是？好，我告诉你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见到天神殿主了。林婉晴心如止水，平静地看着向楚明。看来我和天神殿主没有师徒的缘分，我已经打破了一次原则和底线，不能再错第二次。你了不起，你清高，但你别忘了，唐家还欠着我楚家100亿，怎么，你要替唐家还吗？我林家不是商贾世家，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唐家欠的债，凭什么让我家小姐来还？那就你来还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今天要是拿不出这个钱，谁也别想走。哼！叶天一掌拍在旁边的桌子上，瞬间桌子化作一堆方便面。啥？100亿？这我得搬多少块砖啊？楚明瞪大眼睛看着满地方便面，止不住的吞咽唾沫。不好意思哥，我刚才说话的声音大了点，区100亿而已，大不了就算了。啊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合适，当然合适。行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那我们走了。帝女道。宾客听到帝女驾到，纷纷面露惊色。我的个娘！今天过年了，连帝女都惊动了。先是镇北王，现在又是帝女，这是咱不花钱就能看的节目吗？帝女来了，今天就到了，终于有人给我做主了。楚明换上歪嘴龙王的面具，指着叶天叫嚣：站住！怎么了？刚才就是给你开个玩笑，你该不会以为100亿说不要就不要了吧？告诉你，今天要是还不上钱，唐家一个人都别想走。你变脸也太快了吧？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我就欺负你了，怎么的？告诉你，帝女马上到了，那可是龙帝的女儿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帝女想必也是听说了我楚家和天神殿的关系，知道天神殿主可能会于今日出现，才特意赶来，想要面见那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，就得跟我楚家打好关系。有了帝女的助力，你觉得你今天可能走出这个门吗？楚明才刚说完，一旁的唐青云惊恐地拉拽唐母：妈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帝女马上来了，咱们唐家彻底完了。帝女一怒，服饰百万，只要一个念头就能调动龙帝亲卫，是咱们唐家万万招惹不起的大人物啊！你这个废物，还不快给楚少跪下道歉！唐母转过身，一脸殷勤地朝楚明陪笑。楚少消气，唐家我说了算，我要他嫁，他就必须嫁。最好是这样。至于那100亿，您看是不是可以一笔勾销？等我和你女儿嘻嘻哈哈个360分钟，心情愉悦了再说。好，您开心就好。妈，我可是你亲女儿啊！我养你那么多年，现在家里遭难了，让你回报点，怎么啦？叶天张开双臂挡在唐诗瑶面前。你唐家破财都是因为你违背天命血誓造成，怪不得别人。现在只要瑶瑶跟我成婚，完成契约，唐家才可以消灾。我呸！一派胡言！我唐家能够有今日的繁华，都是靠自己的打拼。什么狗屁太上门，不过是一群沽名钓誉的骗子神棍罢了。没错，等帝女一到，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话音未落，秦可人带着秦兵推门而入。这里这么热闹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秦可人带着秦兵昂首阔步走来，所过之处宾客纷纷鞠躬，可唯独叶天身姿挺拔，目光坚定。参见帝女。唐诗瑶见叶天还站着，赶忙拨动叶天的胳膊，还不快鞠躬？这可是龙帝的女儿，身份高贵，凡人不可直视。龙帝的女儿，那不也是人吗？大家都是人，凭什么要我跪他？此话一出，惹得楚明捧腹大笑，众宾客掏出瓜子花生，摆出一副看戏的模样。
你个脑子灌了马尿的傻波一，居然敢跟帝女这么说话！就是你要死，别拖累我们唐家。帝女啊，我先说明，这个疯子他跟我们唐家没任何关系啊。帝女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很了不起吗？怎么他们都那么害怕你？秦可人微笑不语。你居然连帝女都不知道，果然是个土包子。告诉你，帝女那可是龙帝的女儿，站在大夏权力的最顶峰，或有一日可继承龙帝大统。叶天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这位可是大夏帝女，你就当上坟拜一下吧。不行，我好歹也是祖国未来的花朵，就算只是炼体境，也有炼体境的尊严，没人值得我跪。好，玉帝不拜，视为死罪，这一次神仙也救不了你。楚明转过身，冲秦可人跪拜，磕头如捣蒜。楚家楚明拜见帝女，还请帝女为我主持公道。唐家欠我100亿，用他们的女儿抵债，可这个莽夫不请自来，还敢冒充那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，还请帝女立刻降罪，发动龙帝亲卫，把这损色当场格杀。龙帝亲卫那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啊，每一个都至少是筑基境。这个叶天虽然有些古怪，但面对龙帝亲卫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唐诗瑶冲到秦可人面前，帝女，她小时候脑袋被狗子做过，不太灵光，您别跟她计较，我替她向您行礼。免了，我这次来是有别的事要办。帝女，您要办什么事，尽管吩咐，我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秦可人扫了楚明一眼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那唐家的债就免了吧。秦可人的话余音绕梁，听得楚明如痴如醉，赶忙点头哈腰。好的。不对，帝女，这是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凭我是帝女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太好了，我这回算是攀上高枝了，你以后可得多罩着我啊。这小子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多厉害，这一点我倒是可以好好利用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唐家。好，你清高，你了不起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镇北王，你不是号称要为民请命吗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现在有人在你的地盘上欺压我们老百姓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吗？林婉晴面露犹豫，林秋霜上前贴耳。香姐，你现在还未进行封王大典，要是这件事传出去，恐怕会动摇你的地位。林婉晴听后察觉此中滋味，上前质问秦可人。秦可人，你身为帝女，当以身作则，那可是100亿资金，你一句话就要一笔勾销，未免过于霸道了吧？霸道又如何？别忘了，你还没有加冕为王，给你面子才叫你一声镇北王，不给你面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野鸡也敢装凤凰？林秋霜一言不合又要拔刀。放肆！你要试试我的刀锋不锋利吗？哼，我见也未尝不利。眼看秦明和林秋霜刀剑对峙，目光如火，叶天捏着下巴与唐诗瑶小声商议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咱们现在悄悄地溜掉，也没人会注意咱们？唐诗瑶用手指戳叶天脑袋。想得美！还有，你怎么跟帝女认识的？我也不造啊，他就突然冒出来了。帝女和镇北王都是大夏的柱石，龙蛇相争，必有一伤，不论哪方受损，恐怕都会迁怒于你。你找个机会赶紧溜吧。那你呢？我毕竟是唐家的人，唐家对我有养育之恩，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。叶天拉住唐诗瑶的手，目光坚定地要入党。我不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突然，门外传来声音：天神殿，白虎天尊到。白虎天尊来了。居然是虎尊，天神殿4大天尊，无一不是人间顶峰的高手，其实力足以破碎虚空，仙人之下无人可敌。镇北王、帝女、虎尊，今天可真是太热闹了。而躺在地上的李长风早已吐了999cc的血，面色苍白。哪位行好，先别管什么虎尊了，给我个痛快吧，我不想活了。众人丝毫没有理会李长风，继续嗑瓜子。此时虎尊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厅。我倒要看看，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在天神殿头上动土。虎尊，你可终于来了，就是他，仗着自己是龙帝之女，就敢不把天神殿放在眼里。哼，区区帝女而已，就算是龙帝亲临，见了我也得让我3丈。虎尊一跺脚，地动山摇，震得厅内众人东倒西歪。这就是天尊的实力吗？仙人之下无敌的存在。一听虎尊是自己人，叶天面露喜色。你来的正好，既然你是天神殿的人，那你一定知道我是谁吧？你是？瞧见虎尊面露错愕，众宾客停下手中的瓜子，附耳窃窃私语。虎尊怎么如此震惊？难不成这小子真是天神殿主？你是个 damn， 老子不认识你，滚！再逼逼赖赖，老子弄死你！坏了，以前都是戴面具示人，只有青龙见过我的真容。你去把青龙叫来，他能证明我的身份。楚明震惊地看着叶天，又看向虎尊。虎尊大人，他好像在耍你。闭嘴，用你说。虎尊走上前，岔开2条3米长的飞毛腿。老子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从这里钻过去，再给老子磕100个头，老子可以放你一马。那另一个呢？就是死。虎尊，还请看在我唐家的面子上，饶他一命吧，他可是太上门的弟子。
话音未落，虎尊举起巴掌大的巴掌，直接抽了唐诗瑶脸上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就算他是太上门的弟子又如何？太上门又不止这一个弟子。瑶瑶，更何况我天神殿与世独立，就算那陈太虚老儿来了，也没资格说3道4。再敢多说一个字，老子灭了你！见心上人被打，叶天怒气冲冲走到唐诗瑶身前，怒视虎尊。我没事，叶天，你快给虎尊道歉，想办法保命。男人的手是用来打天下的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。这还不简单？他改名叫天下不就行了？我很忙，你们配合一下。想不到当年我随手创建的天神殿，居然出了你这种杂碎，今天老子就清理门户。虎尊听后仰天笑出猫叫。我没听错吧？他好像说要清算我呢。虎尊大人，我看您就是太平易近人了，才让这些垃圾也敢对您不敬。虎尊双手叉腰，露出腰间层次分明的五花肉。看在你这么有勇气的份上，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能撼动我半分，今日的一切我都可以当做没发生过，否则就把命留下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叶天，别冲动，你没必要非跟他动手。我乃龙帝之女，只要请动父皇，可保你和唐家。有些事必须做，怕就会输一辈子。敢打我的女人，就算她是 Kitty 猫，我也要扒她一层皮。叶天紧握双拳，双脚蹬地。练体劲也有尊严，老子跟你拼了！叶天箭步冲上前，沙包大的拳头砸向虎尊的五花肉。虎尊双目紧闭，深吸口气，腹部五花肉竟直接将叶天的拳头弹了回去。你还差得太远！哈哈哈，看到了吗？别说1步，就连1厘米你都喊不动。在虎尊面前，你这种废物也配谈尊严？叶天一脸疑惑，翻动着自己的拳头。难怪师傅一直不让我下山，我的实力真这么弱吗？还没等叶天缓过神，身旁接二连三响起质疑声。叶天，你要真是个男人，就立刻当场自尽，以死谢罪，别连累我们唐家。没错，自己闯的祸自己背，就连我们家小姐也被你拖下水了，你真是个祸害。你怎么还不死啊？我们唐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才招惹了你这么个灾星？叶天，男人要承认自己的无能，败就是败。现在你跪下向虎尊道歉，我可以为你求情，至少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你们怎么这样？叶天他有什么错？生你还不如生个倭瓜，闪一边去，这儿没你的事儿。就是姐，他拿什么跟楚少比？楚少那可是楚家的继承人，更有虎尊这层关系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。至于他，就是个底层的垃圾，太上门的耻辱。我真想不通，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了？图他恋爱脑，还是图他不洗澡？楚明听后仰天大笑。看到了吗？现在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，你这条咸鱼注定翻不了身。现在立刻自裁谢罪，这样本少爷高兴，或许能免了唐家的债务。楚少，你可真是我们唐家的恩人啊！还叫楚少？你看我这笨嘴，姐夫。楚明哈哈大笑，伸出3根手指。我数3声，你若不自裁，那就别怪虎尊手下无情了。3、2。叶天看了一眼唐诗瑶，只见唐诗瑶红着眼眶频频摇头。我不能再连累瑶瑶了。众人化作大风车环绕叶天一起倒数，被吵翻天的叶天仰天大喊，双掌交叉猛然拍向额头。众人化作风车转得不亦乐乎。突然身后的虎尊一把拉停众人，我扛不住了。不愧是虎尊，喷血都喷这么直。他受伤了，按照约定是叶天赢了，今日的一切都一笔勾销。你说勾销就勾销，你以为你是孙猴子？怎么，堂堂天神殿白虎天尊要出尔反尔不成？虎尊好像吃了10斤奥利给，面色难看。让他们走。虎尊不行啊！你在教我做事？好吧。我们走了，真的走了哦，你可别后悔啊！趁虎尊还没大发猫威，还不快滚！叶天拉起唐诗瑶往外走，一不留神踩到有点死的李长风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这儿还有个人呢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累了，这个 B 世界赶紧毁灭吧。秦可人见叶天离去，转过身招呼秦兵准备离去。今天算你走运。哼，走运的人是你，早晚你我要分个 A、B、C。哼，老娘是 D。所有人散去，只剩下虎尊和楚明待在原地。虎尊瞬间化身花草，鲜血飙个不停。虎尊，你受伤这么重，这小子不简单，刚才我差点嘎掉。他真这么厉害，那咱们岂不是要吃个大亏了？不会，我收到青龙的消息，店主已经降世，一旦联系上店主，就算是龙帝也要俯首称臣。先扶我去医院。哦，好。你欠我一个人情。好，有机会一定报答。虽然我只是个小卡拉米，也帮不到你什么，但如果你有需要，在下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秦可人鬼魅一笑，贴在叶天身上，吓得叶天捂紧眸丸。这可是你说的哦。先说好，只卖艺不卖身。你的身子先留着吧，我只要你的意，先走啦。唐诗瑶醋意大发，望向远处与叶天抛媚眼的秦可人。你看他们没羞没臊的，肯定有奸情，否则以帝女那么高的身份，怎么会帮一个小小的炼体境出头？姐，你可别被那小白脸给骗了。
瑶瑶，哼，找你的帝女吧，还找我做什么？青云，咱们走。瑶瑶，等等我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跟他真的没什么，就是他帮了我2次，我欠他人情而已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现在得罪了楚家和天神殿，百亿亏空不解决，我们唐家独木难支，迟早要完。唐母眼珠一转，放下茶杯。想娶瑶瑶，简单，只要你把这100亿亏空解决了，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反悔是唐母吗？没错，我说的，但我只给你3天时间，3天凑不到的，瑶瑶还要嫁给楚少。就在叶天为如何凑到100亿苦恼之时，秦可人踩着花瓣从天而降。100亿给太上门卖了也凑不到啊！是时候该还你欠我的人情了。秦兵带着叶天抵达山门，人头攒动，一块不正经的石碑矗立中央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搞团建还是搞微商？搞你个头！听过天正龙战没有？没听说过。你还真是个极品，真不知道帝女看上你这个土包子哪一点了。你这样夸我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靠，你这人真是听不懂好赖话。行了，我告诉你，龙帝子女众多，地位最终只会传给一人来继承大统。所谓天正龙战，就是由帝女弟子们选中护道者参赛。天正龙战共分3关，谁的护道者战至最后，谁便是下一任帝位继承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家帝女选中的护道者就是我？没错，虽然不太清楚帝女为什么偏偏选中你，但是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一旦你获得胜利，帝女未来将会成为天骄女帝，到那时别说区区100亿，就算是千亿万亿，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。好，这下子别说娶瑶瑶了，娶10个瑶瑶的钱都够了，还能把太上门修，到时候再给我师傅整辆迈巴赫，不能让隔壁秃驴看不起。别这么乐观，能够被选中为护道者的人，莫不是各方天才？至于你，什么表情？你好像对我没信心啊！自信点，把好像去掉。别瞧不起人，虽然我只是练体劲，但我拳头可不是橡皮捏的。一会儿见机行事，别掉链子。就在此时，龙帝小女儿秦灵溪带着万剑一走来。哟，这不是秦兵吗？怎么还跟着我那个败家女姐姐混呢？突然，叶天瞧见秦灵溪身旁的男人，正是自己的师弟万剑一。万师弟，这么巧，你也下山了？秦灵溪诧异地看了一眼万剑一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他就是我们太上门万年不遇的废物，停留在炼体境10年了，寸步未进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10大稀有废物啊！秦灵溪晃动胸大肌，上前勾住叶天的下巴，仔细打量。长得还行，身子骨挺结实的，只可惜中看不中用。秦兵赶忙把叶天拽回身边。灵溪帝女，请你自重，这位是我家帝女的护道者。我没听错吧？护道者，就他这个废物，秦可人想摆烂，也不至于这么自取其辱吧？万剑一朝着叶天厉声呵斥：叶天，谁准你来这种地方的？你知不知道，这可是天正龙战，是各方天骄竞争角逐的战场。你来这里，只会给我们太上门蒙羞。你能来，我凭什么不能来？再说了，我可是你师兄，你怎么能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？师兄，你也配？我入门不过3年，就已经从炼体境修炼到了元婴境，可以神魂出窍，回游天地，只差一步就是那陆地神仙。而你呢，入门10余年，还停留在炼体境。你这样的废物，万年不遇，或者只会给师门蒙羞。要不是因为你，师父早就可以白日飞升，登临仙界，但却为了你，一直停留在人间。啊，我以为师父不愿意飞升，是因为离不开岛国的美娇娘呢。闭嘴！你没资格妄议师父。我此次担任灵溪帝女的护道者，就是要让世人知道我太上门是何等的荣耀，而不是只有你这样的窝囊废。叶天看着目无尊长的万剑一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好，我拿你当师弟，你把我当老六，今天我就替师父管教你。凭你一个小小的炼体境，如何撼动我？叶天，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今日若我获胜，你就老老实实离开太上门，别再给师门蒙羞。那你要是输了呢？我若说这太上门第一天才的位置，拱手相让。此外，我还奉你为主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只可惜你没这个机会。随着一阵铜锣声响起，众人聚到石碑前。天正龙战第1关就是这天问碑，此碑乃是天外陨石打造而成，可以检测力量，智者算无一策，勇者百战攻城。身为护道者，必须文武双全，才有护国之能。唯有超过1万点战力，才能进入第2轮。诸位，请上前来。第1轮我来。话罢，秦兵拔剑砍向石碑，石碑顿时冒出白光，浮现出17000的数字。居然有17000点战力，超过1万点就有机会修成陆地神仙。这个小丫头了不得啊！可人帝女得到她的相助，或许有资格一争地位。叶天惊讶地拍打路人的脸，为秦兵叫好。看不出来你这么厉害呢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你以为都跟你一样窝囊吗？没有你，我一样可以拥护帝女，登上帝位。
区区17000的战力就让你们激动了，这样的天赋在我们太上门喂狗都不配。这不是太上门的天骄吗？想不到这么厉害的人物，居然给灵犀帝女当护道者了。就在众人的惊讶中，万剑一飞身上前，按在石碑上。哼，睁开你们的钛合金狗眼看好了！100万点战力，这可是100年难得一遇啊！100万点战力，已经有多少年没遇到过了？据说战力破100万者，可修炼到化神境界，白日飞升，登临仙界。万剑一高昂头颅，把鼻孔朝向秦兵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差距，由我做护道者，保证让秦灵犀坐上帝位。万仙师不愧是太上门第一天才呢，有你在，秦可人那个小贱人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秦兵，我看你也是个人才，良禽择木而栖，不如趁早弃暗投明，投靠于我。未来我继承大统，还可以赏你个一官半职，让你成为坐镇一方的王者，也不是不行。切，我虽然没读过几年书，但也有礼义廉耻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？我家帝女把你当亲姐妹，你却对她背地里捅刀子。你懂什么？最是无情帝王家，想上位就要抢，要怪就只能怪他太蠢。既然你不识抬举，那就别怪我。等我成为你弟，就把你和秦可人那个小贱人流放阿三地界，每天喝恒河水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睁开你的眼睛看看，在我身边的可是何等的天才！你觉得你有胜算吗？要怎样你才能放过我家帝女？秦灵犀走上前，一边玩抠着中指，一边戏谑嘲讽。我也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血怎么脏了？要不你先帮我舔干净，让我好好想想。秦兵看着秦灵犀的血，刚准备弯下腰，这时秦可人踩着高跟鞋走来。起来，不准跪！气场99、81米的秦可人一把拉起秦兵，瞪向秦灵犀。哼，趁我不在，都敢欺负我的人了。是他自己愿意的，我可没逼他。秦可人旋转跳跃，闭着眼一巴掌抽在秦灵犀脸上。你敢打我？打你又如何？别忘了，我比你大，我是你姐。秦可人，我看你能猖狂多久？等天正龙战结束，我晋升你弟，第一件事就把你那2坨肉割了。帝女，属下无能，只激活了地阶灵脉。1万战力，你是人中龙凤，你不必妄自菲薄。可笑，一字之差，都是云泥之别，更何况1万比100万，这是一生都无法逾越的天堑。这第一关你就已经输了，后面拿什么跟我斗？谁说我输了？你上！哇，别开玩笑了，我就是个小小的炼体境，就别上去丢脸了吧。没错，在宗门的灵力检测上，你已经无数次的证明你是个稀有废物了。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还想要再丢一次脸吗？虽然答应要还你人情，但是这种明知结果的事，我看就木有这个必要了吧。既然都说了是还我人情，那就我说了算，我让你上。叶天看着眼神坚定的秦可人，心里100个不愿意。哎，好吧，拿人手短，吃人嘴软，谁让我切你的呢？叶天走到石碑前，深吸口气。叶天，你个炼体境有多少战力？你自己没点13数码，赶紧滚下来，别给师门蒙羞。来都来了，大过节的还不让我试了？话罢，只见叶天深吸口气，一拳打在石碑上。过了365秒，叶天无奈收起邦邦硬的拳头，看向毫无反应的石碑。哈哈哈哈，妙啊，居然连1点战力都没有。姐，你是从哪儿找到这么个极品战五渣？佩服佩服啊！不仅是主考官看了叹息，就连路边的狗子也连连摇头。自天问碑降世以来，这次也都是10点战力，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碰到，也算是前无古人了。秦可人，我要是你啊，现在就挖个地缝钻进去，帝王家的脸都被丢尽了。帝女，不然还是让我上吧，至少我是1万战力，可以通过第一关。我不会看错人，再等等。废物永远都是废物，等得再久又能改变什么？蠢材还会变成天才不成？想不到高高在上的太上门居然出了这么一坨奥利给。就这点水平，太上门也配当修仙圣地？我看都是招摇撞骗的神棍。万剑一上前怒指叶天。叶天，赶紧给我滚下来，我给你3息时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要是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，现在立刻滚出太上门，省得毁了师傅一世威名。炼体境怎么了？就不配有未来？就不配飞升吗？我苦练10年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鸡晚，凭什么？突然，叶天右手的无极龙戒发出五彩斑斓的黑光，叶天义愤填膺，一拳打在石碑上。就在众人嘲笑之时，天问碑开始浮现文字。快看，有动静了！叫得那么大声，我以为你要整什么大活，没想到你真拉了坨大的。也不过是1万战力而已，太上门的3岁小孩都能激活。叶天，你真是师门的耻辱。叶天皱眉疑惑地看着自己的手，我怎么感觉体内好像涌出无限的灵气？龙戒再次发光，叶天深吸口气，朝着石碑又是一拳，而此时石碑上的数字却消失不见。奇怪，字怎么消失了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快看，又出数值了。
10万战力，怎么会这样？他的天赋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？帝女，你果然没看错人。秦灵犀不屑地撇撇嘴，高兴什么？不就是个10万战力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比起我家万仙师的100万，差得还太远。别急啊，这才刚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哼，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叶天朝着石碑突突又来2拳，秦灵犀一回头，石碑上的字赫然变成50万。怎么会这样？短短几分钟，这小子的战力已经涨到50万战力了。如此恐怖的进展，此人莫非是个1等1的天才？秦灵犀一脸疑惑，转身晃动万剑一的胳膊。万仙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慌什么？50万战力而已，还不足以对我构成威胁。有我在，地位一定是你的。说的也是，万仙师，有你真好，你可真是人家的福星呢。还没等秦灵犀说完，叶天朝着石碑一个日字冲手，打的石碑上的字直接飙升到了100万。100年难得一遇的100万战力，今天却见到了2个，我没看错吧？不可能，一定是哪里出错了。他一个炼体境的废物，怎么可能有100万战力？只听见叶天大喝一声，手中凭空冒出的螺旋丸将石碑轰得4分5裂。天问碑碎了。此时的陈太虚站在窗边，卷起手中的杂志眺望远处。好徒儿，属于你的因果开始了，为师在仙界等你。此时的叶家家主叶龙象正在办公室和助理打扑克，手下突然闯进。家主，我收到消息，无极龙界的气息再现人间了。快派人去找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回龙界，那是属于咱们叶家的神物，绝不能落入外人之手。10万战力可以修成陆地神仙，100万战力可白日飞升。古往今来，还是第一次有人把天问碑打成稀巴烂，这又意味着什么？自天问碑诞生以来，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难道说他已经成仙了？不可能，真正的仙人可飞天遁地，呼气成冰，而他不过是个炼体境的乐色而已。没错，自古以来最多只有100万战力，从未听说过有这种事情。说不定是天问碑出问题了，毕竟用了那么多年，不灵了也正常。不论如何，天问碑破碎，说明叶天的战力必定是超越100万的，足够拥有进入第2轮的资格，还请放行。秦灵犀目露凶光，瞪着主考官。长老，天正龙战可关系着大夏的未来，你可得想清楚了再回答。哼，一个小辈也敢威胁我？一股霹浪翻涌而出，震得秦灵犀慌忙跪下。灵犀不敢。腾，我宣布，本轮龙战，帝女秦可人、帝女秦灵犀皆可通过。此时，龙帝之子秦般若正翘着兰花指，细细品味82年的冰红茶。一个手下走进来，龙战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回禀弟子，帝女秦可人和秦灵犀都通过了第1轮战力考核。我这2个姐姐真是大显身手呢。弟子，时间不多了，咱们还不出发吗？急什么？真正的主角往往最后才登场。叶家少主叶凌霄从外面走进来。叶凌霄，见过弟子。我等你很久了，说吧，叶家的态度如何？叶家已经考虑清楚，将会全力支持你登上帝位，而我叶凌霄也将成为你的护道者。世人只知道太上门的万剑一是天才，却不知真正的天才是你，叶家叶凌霄。叶家只有一个要求，说你登上帝位之后，要帮助叶家夺回至宝无极龙剑，把叶家罪人一脉的余孽彻底铲除。我若为龙帝，这些都是小事。两人端起82年的冰红茶一顿豪饮，一言为定。第1轮比试过后，主考官带着秦可人、秦灵犀2队人马走进一处院落，只见院落最中心，第2轮的考官神机老人正坐在棋盘前闭目凝神。天正龙战第2轮，为制考，身为护道者，不但需要拥有超绝的天赋，还需要有头脑。在你们眼前的这位神机老人，寿于百载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无所不知，只要通过他的考核，才能进入最后1轮。突然，神机老人睁开黑白双瞳。各位幸会，我先出道题考考你们，请问什么东西早上4条腿，中午2条腿，晚上3条腿？出的什么鸡毛题？谁家好人天正龙战考脑筋急转弯啊？满脑子唐诗谣的蠢货，这一题的答案分明是人。众人好奇地望向神机老人，期待有不同的答案。没错，的确是人。切，他说是人就是人。早上4条腿指的是婴儿时期，需要手脚并用爬行；中午2条腿指长大后双脚走路。哈，晚上3条腿是什么意思了？一到晚上，你那玩意儿……秦兵听得脸红心跳，赶忙上前捂住叶天的嘴。不是要答题吗？你捂我嘴干嘛？回答得很好，下次别答了。晚上3条腿指的是人到老年时期需要拄着拐行走，而不是你想的那种下三滥的东西。是啊，我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然呢？叶天，有时候我真分不清你是装傻还是真傻。切，这种脑筋急转弯谁不会？骗小孩的而已。神机老人饶有兴趣地捋了捋胡子。这位小兄弟真是个妙人，不过年轻人还是要学会谦卑，
空有一身力量是不够的，要学会动头脑。随后，神机老人从裤腿里掏出一根木条，递给叶天。你用力掰一下试试。一根木条好掰断，但是现在给你一把呢。所以说，年轻人还是要脚踏实地。还没等神机老人说完大道理，叶天单手就将木条掰成粉条，震惊众人。老头，我听着怎么有一股地味啊？这可是万年雷击木做成的木条，每一根都坚韧无比，就算是金丹境也不一定能掰断。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前辈，你给我闭嘴！老夫生平最恨莽夫，现在只有参悟出天书之人才能通过这里。说完，神机老人掏出2本无字书，甩给叶天和万剑一。可当叶天翻阅书籍时，却发现里面一根毛都没写。老头，我虽然没上过大专，但你也不能拿假书糊弄我吧？山猪吃不了细糠，这是无字天书，其中蕴含大道至理，只有悟性极高之人才能参悟其中文字。像你这样的莽夫，连阿沃都认不全，还想参悟天书？你还是回家跳擦边舞吧。只见万剑一竖起剑指，点向眉间，一枚露着獠牙的天眼发出笑声。这莫非是传说中的天眼通？天才永远是天才，蠢材永远是蠢材，麻雀就是飞上枝头，也变不了那凤凰。随着万剑一运功，天眼挥舞巨蛇舔过无字天书，书上浮现出文字：能够悟出10字者，就是资质上乘；100个字则为天才，而你悟出了1整页，堪称绝顶天才。前辈谬赞了！万剑一脸嘚瑟，转头都看向懵逼的叶天。叶天，现在该你了。叶天这辈子唯一看过的书就是师傅手中的岛国杂志，眼下却被逼着参透无字天书，简直是把叶天架在火上烤。这特么什么玩意儿？我就是看100年也看不出花来啊！快收了你的神通吧！你一动脑，这满院子都是你愚蠢的气息。都说太上门是修仙圣地，现在看来不过如此。还好有万仙师这样的天才，否则千秋传承都要毁在这个废物手中。弟女，会不会我们真选错人了？叶天发怒，猛地一跺脚，一瞬间大地出现数条裂痕。都闭嘴！没看见老子学习呢！众人震惊之余，叶天手中的无字天书突然开始冒出文字。我去，真有字了！秦兵一脸的难以置信，赶忙凑上前查看。弟女，真的有字了！不可能，他一个蠢材，怎么可能悟透无字天书？叶天一脸得意，将天书贴到神机老人脸上。老头，你看是不是有字了？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悟出1页就是绝顶天才，我现在整本书都悟出来了，那岂不是说我是天才中的天才？这怎么会这样呢？奇了怪了！老头，你刚才说了，只要能悟出就算通过，不会是想翻脸赖账吧？我堂堂神机老人，怎么会出尔反尔？行了，你俩都过去吧。太好了，弟女。秦可人走到叶天身旁，满脸写着欣赏。叶天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嘚瑟什么？第3轮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。万仙师，咱们走。就在众人离开后，神机老人拼命摇晃天书，一个书灵突然冒出，疯狂吐奶。别摇了，再摇我要变奶昔了。书灵，你怎么想的？冒出那么多字？废话，你没看到那小子身上有使不完的牛剑？他要是一怒之下把老子撕了怎么办？我还年轻，我可不想死。此子身世来历神秘，走，随老夫去看戏。此时，神机老人和主考官坐在广场正中央的石椅上，台下围满了观众。天正龙战最后一轮，规则很简单，2两对决，战至最后者便可获得觐见龙帝的机会。万剑一已经是元婴境，你要是打不过就认输，能够走到第2轮，已经足够让父亲对我刮目相看。我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一定会全力以赴。话音未落，秦灵犀带着万剑一走来。叶天，你还真是恬不知耻，侥幸过了第2关，不见好就收，还敢来这里找死！万剑一，我念在你是我的师弟，才一再忍让，没想到换来的是你得寸进尺。今天我就替师傅好好管管你。就凭你一个只有炼体境的废物，我现在已经踏入元婴境顶峰，假以时日，必能白日飞升，登临仙界。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到时候就连当年太上门差点一屁股坐死你的那条狗都能随我飞升，而你注定是个凡夫俗子，只能在这人间发烂发臭。鬼知道仙界是什么样，搞不好还没人间舒服呢。你请我去，我还不去呢。切，少在这里装无所谓。我看啊，你就是吃不到奥利给说奥利给酸，那可是传说中的仙界，谁不想白日飞升，寿与天齐？秦灵犀晃动着大波浪，紧紧依偎在万剑一身边。万仙师，你到时候也一定会带上人家的哦。那当然，你可是我的小甜甜。时间到，龙战正式开始，各位护道者，请就位。想不到
居然是万剑一对上了叶天。万剑已经是元婴境的修士，自创飞仙剑法，堪称当世无敌。他这一剑下去，叶天怕是会死的不能再死。一旁的擂台，万剑一意气风发，拿剑指向抠鼻屎的叶天。叶天，你一个废物，却受尽师傅宠爱。万剑一，你错了，师傅其实是在考验你。没想到你居然立场这么不坚定，被人三言两语就挑拨得同门相残，这让师傅怎么放心把门主之位传给你？真的？那当然，你先叫声师兄来听听。师兄，乖，来握握手。万剑一，他在耍你，还不快动手，把他弄死，未来太上门一样是你的。万剑一听后赶忙卷起舌头，挥舞手中利剑劈向叶天。你耍我，我跟你拼了！飞仙剑法。顿时天色大变，抬头散发的万剑一浑身冒出红光，出现了飞仙剑法。这下叶天要遭殃了，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别拿天才开玩笑。仙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万剑一便有天，叶天受死。万剑一气急败坏，朝着叶天小蛮腰疯狂突刺。给我干哪来了？擂台还特么是擦边直播间啊！只会躲躲闪闪，真是太上门的耻辱。可是我感觉好像是叶天牵制住了万剑一，他根本捕捉不到叶天的诡计。那是万仙师没认真，如果动真格，一个指头就能按死练体境。这小子真是练体境吗？为何身法如此诡异，连我都追不上？我去，男扮女装给老子跳拉丁，他们分明是在打假赛啊！我们花了这么多钱来观战，裤子都脱了，你就让我们看这个？尼玛，退钱！被丢了一嘴臭鸡蛋的主考官慌忙起身安抚观众。各位稍安勿躁，战局瞬息万变，说不定下一秒就分胜负了。神机长老，现在怎么办？群情激愤啊！现场的观众还好说，外面那些等着看转播的都吵翻天了，说咱们有黑幕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颜面往哪儿放啊？神机老人翘着二郎腿，一脸不屑。怕什么？就说网络不好，把直播画面关了，给他们涂转文，念广播。旁边的书灵磕着美头，随手丢出一本打着马赛克的书给主考官，照着这个念就行。得嘞，各位观众，由于网络问题，现在改为文字解说。注意了，叶天终于要出脚了。叶天冲到了万剑一身边，将其搂在怀中。万剑一不禁娇吟一声，浑身酥麻。被自己面脸红的主考官慌忙合上书，一看标题竟是《金瓶梅》。不是，这也行啊？要求那么多干嘛？摸摸鱼，念念书就过去了。主考官朝着书灵猛猛喝道：“大丁，有没有别的书啊？我也得吃饭啊。”没有，这本书其实很有文学价值的，想歪了说明你心脏，你修炼不到位，你下贱。主考官无奈摇头，戴上黄色墨镜继续念。万剑一只感觉浑身酥麻，脚不虚浮，脸泛红光，险些软倒在叶天怀中。他这念的听着不像正经东西啊！啊，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啊！叶天狡猾的像只泥鳅，无论万剑一使出什么剑术，都无法将其抓不住。万剑一气急败坏，将剑尖指向念颜色文的主考官。你他喵的念什么？我问你念的是什么？大哥俩一直不动手，这叫我很为难啊！你再瞎念，老子把你声带割了喂狗！主考官怒拍桌子，屁浪奔涌震碎上衣。特么的，老子忍你很久了，带把的你下来啊！有本事你上来！你下来啊！你上来！你真以为我不敢上去吗？消消气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眼看万剑一要动真格，叶天赶忙上前将其拉住。听师兄一句劝，戾气别那么重嘛，咱们是修仙的，又不是搞社团。你们还有一炷香时间，不分胜负，就算平手。废什么话！我要是想，一剑就可以弄死他。随后，万剑一一掌推开拉着自己的叶天，一脸嫌弃：“你离我这么近干什么？我跟你很熟嘛！”哇靠，你还真是翻脸不认人。这样也好，保持下去，哪怕不分胜负，一样有机会面见地父。到时候就是我和秦灵犀的事儿了。好，我尽量。秦灵犀隔空传音给万剑一：“时间不多了，快动手！只要你助我登上帝位，我定全力支持你成为下一任太上门之主。到时候你为仙道之主，我为人间帝王，天下尽归你我。”放心吧，对付他，我只需要一剑。双方再次拉开架势，万剑一剑指叶天。刚才一直对你手下留情，没想到你只会躲躲闪闪。师傅定是猪油蒙心才选你当圣子，接管太上门。你这样的废物，只会给师门蒙羞。我要是你，干脆自裁算了。见万剑一满嘴喷粪，叶天亮出中指：“喂，你骂我就算了，别骂师傅，他老人家养你这么个祸害也不容易。他老了，所以老眼昏花了，看错人了。等我除掉你，就回山门，逼他交出门主之位。我万剑一才是未来的仙道之主。欺师灭祖，大逆不道！今天我就好好教训一下你。”万剑一歪嘴一笑，闪身来到叶天面前。怎么会这样？
即便万剑一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剑尖始终无法刺穿叶天的腹部。别闹，怪痒痒的。怎么会这么硬？难道你穿了什么护身宝甲？没有啊，师弟，你这剑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放屁！我这把剑可是采东海寒铁，由名将欧冶子打造而成，可吹毛断发，削铁如泥。没错，万仙师的剑堪称神兵利器，再加上元婴境的实力，足以秒杀世上9成9的高手。那怎么会破不了我的防呢？难道真买到假货了？不科学啊！懵逼的万剑一收回剑，用钛合金天眼从头到尾检查了30遍。怎么又不打了？不是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好糊弄啊？特么的，搞了半天，万剑一也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窝囊废，什么狗屁天才，我看就是骗子。灵犀帝女的眼光也不怎么样。万剑一，别闹了，赶紧弄死他！闭嘴，没人能使唤老子！万剑一收起钛合金天眼，华丽转身，再朝叶天刺去。谁料叶天伸出2指，使出一招空手接白刃。你居然空手接下我的剑！东海寒铁有那么厉害吗？我试试。叶天转动手指，剑刃顷刻折断，散出寒气。我勒个道，跟我没关系啊，我就轻轻一碰。万剑一呆望着手中断剑，跪地仰天长嚎：我的剑，我的削铁如泥、吹毛断发的寒光剑，这可是我贷款了10万灵石刚买的。别灰心，你还年轻，以你的道行能活3000岁，区10万灵石，几百年就还完了。不行就让你儿子、孙子来还。万剑一甩开叶天的手，你到底是什么修为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，连东海寒铁都能折断？我就是练体劲啊！我不信！万剑一出拳打中叶天，一声惨叫震碎书灵手中的奶茶。这他妈叫练体劲？你家练体劲这么硬？没错啊，我真的是练体劲。我要是骗你，你就木有小鸡鸡。神机老人眯起眼睛，突然看到叶天手指上的龙剑。小伙子，我看你是练体劲不假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你是练体劲多少层啊？奇怪，神机长老为何有此疑问？每个境界不都是10层吗？就算他练体10层大圆满，也不可能战胜元婴境的强者啊！神机老人看向秦兵，嘴角露出一抹微笑。那可不一定哦，修行之路玄奥莫测，无奇不有。所以你到底是练体多少层？练体数年，叶天只记得骂过无数次老天奶，早已忘却自己练体的层数。你等我算算，11得1，12得2。38妇女节，5一劳动节。哦，好了，我下山前不多不少，勉强修炼到第1万层。1万层飘过天际，在场众人惊掉了下巴。什么1万层？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！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也没听说过谁能把某个境界练到1万层。不可能，每个境界都是10层，怎么会有1万层这么离谱的存在？就算是你把天捅破了，我也不信。叶天收起乘法表，难以置信地看向秦灵犀。你们是不是都傻子玩呢？我师父可从没说过每个境界只有10层啊。他说我资质愚钝，才会一直卡在练体境。像我这样的蠢材，只能一直留在太上门，给他养老。唉，得，这二傻子怕是被太虚真人给皮围坏了。叶天恍然大悟，指向万剑一：我知道了，你骗我玩对不对？想趁我算数，冷不丁偷袭我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不讲武德，来忽悠我一个年轻秀美的俊后生，简直就是道德沦丧，人品间隔。万剑一气得浑身发抖，把断剑往地上一扔。可下一秒，叶天却将断剑捡起，插进万剑一屁股沟里。师父教导过我们，不能随地乱丢垃圾，划伤小孩子屁股怎么办？万剑一面部抽搐，气愤抽出断剑，捂着冒血的屁股后退一步。是你逼我的！万剑一大叫一声，2指亮起闪光，震惊众人。出现了飞仙剑法最后一式天外飞仙。飞仙剑法一出，万剑一化作白光飞速上前，朝着叶天的啾咪连点数下，点完收工。下一刻，万剑一退回原地，深吸口气，傲然背负双手。飞仙剑法，剑法已得天下第一，剑九灭北冕全族。天下间，你是第一个体会到过剑士之人，能够死在此招下，是你的殊荣。九泉之下，也可以瞑目了。还没等万剑一装插完毕，秦灵犀指了指万剑一身后的叶天：“那个万仙师，你要不回头看看？”啊，同门一场，我不忍心看到他血肉模糊的样子。弟女，帮我把他埋了吧。这不是埋不埋的问题，关键是他还活着，我也不能活埋啊。什么？万剑一回头，瞧见叶天悠哉悠哉地伸了个懒腰。师弟，你这按摩的手法在哪学的？挺舒服的。叶天走到万剑一面前，掏出2个钢镚塞到万剑一手里，拿着，咱都是牛马，赚的都是辛苦钱，一会儿给自己买点鞭炮吃。万剑一眼角流下一滴眼泪，随即双膝跪地。相认诛心啊，叶天，我输了。原来这就是师父一直庇护你的原因，叶天才是真正的天才。我宣布，优胜者叶天。叶天，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赢了，那我是不是就有钱娶瑶瑶了？好耶！叶天发了疯一样冲到台下，
兴奋地挨个摇晃观众脑袋。我能娶瑶瑶了，我能娶瑶瑶了！我花了全部家当买你被打死，你笑个屁啊！拿钱来，快！秦可人从双峰间抽出一张银行卡，递上钱。卡里有上百亿，随你使用。谁说他赢了？秦波惹捏着82年的冰红茶，带着摇晃着脑袋的叶凌霄走上前，顿时秦可人和秦灵犀满脸震惊。是他，我的护道者还未参战，乾坤未定，谁敢说他就是胜者？居然是弟子秦波惹。他韬光养晦，是众多弟子弟女中最神秘的一个，时至今日居然也沉不住气，打算争夺第一位了吗？还有他身边那个人，莫不是叶家那个神子叶凌霄？据说他是天生混沌道体，有望修成真仙。两位姐姐，许久不见了。秦波惹，你终于还是沉不住气了。龙帝之位，有德者居之。要是让你们两个弱女子坐上了，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异域诸国，还以为我大夏无人了呢。秦冰愤怒拔刀，你说谁是弱女子？叶凌霄挺身挡在秦波惹面前，目露杀气，震得秦冰口出鲜血。秦冰，弟女，我没事。此人的实力居然如此恐怖，你到底是谁？自古龙不与蛇居，卑微的弱者也只配与弱者为伍，你还不配直视我。叶凌霄转身看向叶天，目光紧紧锁在他手上的龙戒。罪人叶天见到本神子还不下跪？幻想与唐诗瑶已经洞房花烛夜的叶天缓过神，发现叶凌霄正指着自己骂街。你在跟我说话？不然呢？啥？你认识我吗？何止是认识，我可是想你想的夜不能寐。叶天慌忙裹紧上衣，一脸嫌弃。虽说思想开放了，但这么多人呢，你注意点影响。还有，你要是喜欢男的，请你一步85。放肆！你怎么敢这样跟神子说话？叶凌霄抬手制止秦波惹，平移到叶天面前。当年你爹私自盗走叶家祖传的至宝无极龙戒，你不是罪人，是什么？无极龙戒。叶天看向手中的戒指，似有所悟。你说这个戒指啊，我师父说了，这是我妈留给我的。哼！一派胡言，这分明是叶家的至宝，是你爹那个罪人私自盗走。好在当年叶家已经将你爹擒杀，只可惜还是没能阻止至宝失落。没想到最后落在你这个孽障手里。今天我就要代表叶家讨回无极龙戒，灭杀你这个废物。这时，万剑一从地上腾地站起身，指着叶凌霄大骂：“他叶天就算再怎么废柴，也是我太上门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个外人指手画脚。想动他，先过我这关。”哼！话音未落，叶凌霄双眼聚光，两道闪电劈向万剑一，将其劈倒在地。万仙师，好个霹雳辣眼！区区皮肤还想撼动参天大树？回去再修炼1000年吧。怎么可能？他的实力竟比我高18楼。你已是元婴境的强者，居然被他一个电眼就秒杀了，难不成他已修到化神境？化神二字一出，瞬间引来群众哗然。化神境，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陆地神仙啊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渡过天劫就可以成真仙了。太上门的天才不过如此，之所以你能名扬天下，那是因为我还没入世。今日我就要让世人知道，我叶凌霄才是大夏最顶级的天才，未来的仙道之主。随后，鼻子翘上天的叶凌霄转身看向叶天。叶天，准备好受死了吗？虽然我这个师弟嚣张又放肆，目无尊长，衣品不怎么样，还嫌贫爱富，贪财好色，但他终究是我的手足兄弟，挚爱亲朋，除了我没人能动他。此番慷慨陈词，把万剑一听得感天动地。师兄说得很好，我很感动，下回能别念台词不？你还想为他出头？只可惜你没这个本事。我名叶凌霄，你名叶天，一辈子你这个天都要被我凌驾，在我面前你只能俯首称臣。我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，交出无极龙戒，或许我会大发慈悲，留你全尸。我交个代，这龙戒是我父母的遗物，你算哪根鸡毛，也敢让我交？见叶天不吃这套，叶凌霄背负双手再度冷笑。诸位看见了吗？龙生龙，凤生凤，罪人的儿子依旧是罪人，自私自利的烙印已经刻在你们的骨子里了。叶天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是真龙就要冲上九霄，是舔狗就该一无所有。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就成全你，绝了叶凡老贼的后。就算你是化神境又如何？我师兄炼体10000层，他这一拳下去，你可能会死。叶师兄，咬他！话罢，叶天挥舞拳头冲向叶凌霄，眼看拳头逼近叶凌霄面门，却突然刹住了车，怎么也进不去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功法？或许是某种法器。不对，是仙器。众人猜测之时，叶凌霄掏出一个八卦旋转罗盘，此物名叫困仙盘，内部铭刻着9霄困仙阵，只要我一个念头，就可以镇压诸圣。就算你炼体1000层、10000层又如何？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个卑微的蝼蚁，在陆地神仙面前不值一提。居然是9霄困仙阵，结束啊！什么是9霄困仙阵？这是上古阵法，跟灭却之阵同级，可以镇压漫天神佛。世上还从无人能够在这阵法中坚持超过1分钟。
那岂不是说叶天有生命危险？秦可人上前摇晃神机老人的胳膊。长老，求求你出手，帮帮叶天吧。不是我不帮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他叶凌霄已是陆地神仙，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镇压他的人不超过3个，也许只有传说中的太上门掌门或者天神殿主才有可能对抗叶凌霄了。现在你我只能当个看客。叶天，听到了吗？在我面前，你毫无胜算。叶凌霄突然运功罗盘大转，顷刻数重威压突降，压得叶天瘫倒在地。当年你爹也是这样，被我爹踩在脚下，恳求我爹放你们娘俩一条生路。当年我爹心软犹豫了，才让你和你那个早死的妈侥幸逃脱，甚至还有机缘拜入太上门，苟活了这么多年。现在只要你交出龙剑，承认你是罪人一脉，你父亲和母亲都是叶家的耻辱败类，我就可以给你个痛快，怎么样？哈哈哈！听到叶凌霄出言羞辱父亲，叶天面目狰狞，拼命挣扎却无法对抗威压。秦般若，你够了，不就是争个地位，有必要这样羞辱人吗？技不如人，怨得了谁？只要他肯认输，不就皆大欢喜了？叶天，咱们不比了，咱们认输好吗？我叶天绝不认输。叶天仰天怒喊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叶天上半身衣物破裂，硬扛威压站起。我第一个乖乖，老头，我活了几百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突破困仙阵的束缚，强行站起来的。你怎么可能？叶天擦掉脸上的血痕，目露凶光，朝着叶凌霄一步步逼近。你说这龙剑是叶家的至宝，那我问你，我爸也是叶家的人，他凭什么不能继承天才地宝？有德者居之，明明你们强取豪夺，盗走原本属于我家的一切，今天我就要把叶家欠我们的一切全部讨回。叶天怒发冲冠，舒林看后扶了扶奶茶馆，咂舌称奇。我第一个奶茶爷，叶天的战斗力已经突破5000，直逼超级赛亚人啊！我尼玛，这边战斗力都上10万了，陆地神仙恐怖如斯。叶凌霄看着步步紧逼的叶天，邪魅一笑。叶天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怕了你吧？这才刚开始而已。叶凌霄转动八卦罗盘，罗盘上突然冒出一个数字10。现在是10层威压，就算是鸡哥来也，都得被压成鸡排。就算你炼体层数再多，还能护得住5脏6腑不成？一股滔天洪浪从天而降，压在叶天身上，瞬间叶天口喷鲜血，单膝跪地。叶天，滔天洪浪压得叶天喘不过气，远处的秦可人眼眶湿润，只能干着急。叶天，放弃吧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你的父母在天有灵，不会怪你的。听见了吗？叶天，就连你的朋友们都不看好你，炼体1万层又如何？始终是个废物。而我叶凌霄才是叶家的天命真龙，你们这一脉都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今天就是死也要走过这条路，踏过你的尸体。他居然还有余力，太可怕了！这还是人吗？恐怕他已经快到了肉身成圣的地步。叶凌霄看着一步步走来的叶天，勃然大怒。好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，那就给我死！随后叶凌霄转动罗盘，数值从10立马跳到99，顷刻，四周的人都被无尽气浪震得东倒西歪，叠成乐高。叶凌霄的战斗力已经破100万了，所谓真仙也不过如此了吧？99层威力，就算是龙象神兽也承受不了，你还不粉身碎骨？叶天咬紧牙关，拳头紧握，鲜血渗入到龙界，龙界发光，注入到叶天体内。叶天浑身一震，惊讶地看着双手，为何我体内涌出无穷的灵气？我炼出灵气，突破了。叶凌霄。说完，叶天一个闪身，出现在叶凌霄面前。怎么会？不可能！叶凌霄是化神境的陆地神仙，又手握上古阵法神器，怎么会败？叶天一脚踹翻叶凌霄，骑在身上，拳头如雨点般落下，打得叶凌霄没变隔壁二大爷家的猪头。这一拳打你如我父母，这一拳打你颠倒黑白，这一拳打你嚣张放肆，这一拳打你算了，打你这种人渣不需要理由。眼看叶天要下死手，满脸淤青的叶凌霄慌忙伸手求饶：“求你别打了，我投降，我认输。”听到了吗？他说投降，我们认输了，还不快停止！大白天的怎么突然打雷了呢？你们刚才听见有人说话吗？没听见。你呢？我就是本书，我这耳朵和眼睛纯属装饰品，啥也听不见看不到。你们放肆，我可是弟子，你们连我的话都敢不听吗？秦可人、秦灵溪双双上前，一左一右揪住秦般若的耳朵。你是弟子，我们还是弟女呢。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疼，两位姐姐，我知道错了。是谁敢对我叶龙象的儿子下死手？叶家家主叶龙象来了，
叶家可是大夏第一世家，冠绝当世，克敌一国，就连家主都被惊动了，这下不好收场了。叶龙象背负双手，定睛一看，地上的叶凌霄早已没了人样，慌忙冲上前一掌推开叶天。儿啊，你怎么样？爸，疼！快告诉爹哪儿疼，爹给你报仇出气。你压我脚了？哦，哼！孟神机，你就这样做看我儿受伤受辱是吗？你不要诽谤我啊！我明明是站着的好吗？你好，老匹夫，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。来人，把这个罪人给我拿下。哼，我看谁敢！就算是龙帝亲临，也不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你一个小辈，有何资格？你爸龙帝没教过你要尊重长辈吗？退下！叶龙象伸出天残脚，猛然落地，一股气浪震倒众人。龙帝使者到。龙帝有旨，天正龙战，胜负已分，请护道者入内觐见龙帝。叶家主，请吧。叶龙象不甘心地挥挥手，示意手下退下。那行，我跟你走。叶天刚进屋子，就瞧见一个身穿背带裤的男人缓缓转过身来。是你？扑通一声，龙帝双膝跪地。时隔数个坤年，叶天再次见到了曾经的手下。属下青龙，拜见店主。青龙，你什么时候成龙帝了？实际上，我一直是龙帝，当年是受太上门主之令，协助您入世红尘历练，建立天神殿。如今门主已经羽化飞升，他走之前已将太上门和天神殿全部交由您管理。什么？师傅不在人间了？没错，门主早就可以飞升仙界，但是为了替您掩盖天机，抵御天劫，因此才一直留在人间。不是，我听不懂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？龙帝拉起叶天的手，指着龙戒。这无极龙戒的作用可以吸收灵气，压制修为，这也是这些年来你一直被卡在炼体境的原因。当年你父亲叶凡被叶龙象暗算，落选家主，不得不取走龙戒出走。叶龙象派人追杀你父亲，断后战死，你母亲早产，导致你先天有缺，天生体弱，因此门主只好运用龙戒为你转化灵气，淬炼肉身，延长寿命。这种做法逆天改命，会招来天劫，因此门主才会一直留在人间。想不到师傅为我做了这么多。现在想再见到门主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收回武大家的天命血线。那还等什么？我这就去办。店主稍安勿躁，3日后我会把林家的封王大典改为飞仙宴，宴请武大家，向世人宣告您的身份。瑶瑶，我回来了。叶天，这几天你去哪儿了？说来话长，瑶瑶，100亿，我凑到了。叶天把银行卡递给唐诗瑶，这是至尊黑卡。叶天，你是怎么搞到的？不就是100亿吗？没什么了不起。就是他这笔钱来路不明，说不定是他小子裸贷来的。妈，咱们不是说好了，只要叶天能凑够100亿，你们就成全我们吗？唐母邪魅一笑，心里的算盘打得噼啪作响。成全？谁说不成全？只不过3天后就是林家女战神的封王大典，届时龙帝要亲自为其加冕，我唐家也会受邀参加。你要是能准备一件体面的礼物献给龙帝，让我唐家颜面有光，封王大典之后立刻就办婚礼。妈，你怎么说话不算话？闭嘴！这100亿顶多就是还上欠楚家的债，咱们唐家还是一蹶不振。要想翻身，就得在封王大典上讨得龙帝欢心。没错，姐，你真要看着咱们唐家一步步沦落吗？此剑名为95之风，是门主留给您的仙器，请您收好。虽说这件是师傅留给我的，但我也不没学过剑法，不如送给青龙这个剑池，做个顺水人情。叶天把胡萝卜推到唐母面前，此剑是太上门的仙器，你拿去献给龙帝，绝对够唐家脱颖而出。被叶天打破防的秦波惹在办公室里发癫，就连自己最爱喝的82年冰红茶也被他一脚踹飞。妈的，饭桶都是一群饭桶，连个小小的炼体境都解决不了。弟子这是在挑衅我叶家吗？叶龙象，你别以为你是叶家之主就能在这里吆五喝六，现在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若他秦可人登上帝位，晋升女帝，未来你以为这大夏未来还有你叶家的容身之地吗？哼，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我儿重伤，龙戒还收不回来，你我还有什么办法？那个叶天简直比金刚芭比还恐怖，除了传说中的天神殿主或者太上门掌教，恐怕没人能降服得了他。天神殿主，我听楚家跟天神殿有交情，也许他们能联系上天神殿主。秦波惹掏小灵通，拨通电话。楚明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弟子，您找我？你楚家曾是天神殿的麾下，我问你，可有办法联系上那天神殿主？只要他肯出手，这大夏江山，我可与他共享。弟子不瞒您说，殿主已失踪多日，就连虎尊也联系不上。听后，秦波惹面如死灰，整个人瘫坐在木椅上。
难道我真与地位无缘？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楚明从怀中掏出之前在垃圾桶捡到的天神令，这是天神令。没错，这是叶天那小子丢出来的，我也不确定是真是假。天神殿主失踪，持天神令者即为殿主，我有办法了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听说你唐家刚得了一件宝贝，交出来。楚少，不行啊，那可是仙器。不交，老子烧断你的火腿肠。再说了，你也不想让你妈知道，你又欠了我几10亿赌债吧？蜂王大典就是气派，到场的都是大夏的社会名流，最顶级的大人物。瑶瑶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泽，你跟我去敬酒。妈，我不想，这事儿由不得你。唐母把盒子丢给叶天，拉着唐诗瑶走向宾客席，而接过盒子的叶天掂量着木盒，皱起眉头。奇怪，怎么这么轻？几位大佬，我来为你们介绍，这位是我女儿唐诗瑶，以后还请各位多照顾。唐家，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楚少求婚的唐家。我听说今天除了是战神封王，还是龙帝宣布下任地位继承人的日子。看到那尊龙椅了吗？就是为新帝准备的。楚少跟弟子秦波惹关系匪浅，一旦弟子继位，楚家就会更上一层楼。听说楚少中意唐家大小姐，那咱们可得跟唐家打好关系啊。宾客齐齐转身与唐母碰杯。未来我们几位可能还要沾你唐家的光呢。是啊，未来新帝登基，说不定楚少会延续跟唐家的婚约。看到了吗？楚少何等优秀！再看看你，找个小小炼体境。妈，炼体境又如何？他对我好就行。今天人多，我不跟你吵，等回家了再说。就在这时，头戴主角名牌的楚明与手捧宝盒的虎尊大摇大摆地迈进店来。你这个败家犬还有脸来？老子是主角，凭什么不能来？你也配当主角？楚明换上歪嘴面具，昂首挺胸，神色傲然。我今天来要为龙帝送上一件独一无二、天下无双的厚礼。唐诗瑶，等我得到龙帝嘉奖后，就娶你过门，给我当小老婆。切，厚礼谢，就算你花上100亿1000亿，也比不上我们唐家要送的新剑。你也太小看我楚明了，虎宗，亮出我的大宝贝，掏出来让大家看看。好，那就让所有人看看你楚家能送出什么样的礼物，超过我唐家的95之风。笑吧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看好了，别眨眼。虎尊翻开盒子，顿时胡萝卜散发出阵阵强光，晃得众宾客们睁不开眼。谁尼玛放闪光弹在里头啊？这胡萝卜不是太上门的仙剑吗？怎么会在楚明手中？不对啊，我听说这件至宝被太上门主赠予了一个来历神秘的大人物。难道说这个人就是楚明？叶天，怎么回事？仙剑不是在你手里吗？怒火中烧的唐母冲上前，一把拽住叶天的衣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一定是你瞒着我们，把仙剑挂线鱼卖了。叶天，真的是这样吗？瑶瑶，在你眼里，我是这种人吗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？刚才只有他动过仙气，我早就知道，一个小小的炼体境能有什么出息？他就是等这一天，用仙气换来滔天财富，咱们都被他给骗了。妈，叶天不是那种人。闭嘴！你对他又了解多少？你这个祸害，我们唐家都要被你连累死了。没了仙剑，拿什么献给龙帝？我唐家又该如何翻身？我如果要倒卖95之风，当初又何必大费周章交出这件神兵？也许你只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想要两头通吃，既得好名声，又能卖一笔钱。没错，这95之风分明是太上门主赠予我们天神殿主的礼物，只是被你这个下三滥的小人给偷走了。什么？楚明居然是天神殿主？所以说，罪人的后代还是罪人。你爸当年偷走叶家的无极龙戒，现在你又偷走95之风，你们还真是子承父业呀。不过你也是够狠的，偷我的东西卖给我，居然要我100亿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。我说他哪儿来的100亿呢？听完楚明的话，唐母怒不可遏，一掌打在唐诗瑶脸上。都怪你，把我们唐家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叶天，这一切都是真的吗？叶天深吸口气，瞪向楚明。你说你是天神殿主？哈，荒谬！那个位置明明是给我准备的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你要是天神殿主，我就是你大爹。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，才让你一直苟延残喘到今天。不装了，老子摊牌了，我就是真正的天神殿主。在数双眼睛的注视下，叶天霸气一脚踩在龙椅上，全场骇然。他居然敢辱没龙椅！此人到底是谁？我听说他是太上门最弱的弟子，只有炼体境，他怎么敢？那是新帝的龙椅，王不可辱，赶紧滚下来！冒充天神殿主，胆大包天，其罪当诛！唐诗瑶慌了神，赶紧上前劝告：叶天，别闹了，会出人命的。我相信你没有倒卖仙剑，你先下来，有什么事咱们慢慢说。瑶瑶，我早就说过，我是天神殿主，只是
你们一直都不信，择日不如撞日。今天正好所有人都在，我要告诉全天下，你唐诗瑶是我叶天的老婆，而我则是那至高无上的天神殿主。装，继续装，我很欣赏你这不怕死的精神，只可惜没什么用。你说你是天神殿主，有什么证据？我们楚少手上可是有天神令呢。爸爸，楚明掏出天神令，众多宾客惊讶。这真的是天神令？连白虎天尊都认可，这令牌肯定是真的。被我丢进垃圾桶的令牌能代表得了什么？耍点小手段就敢冒充我？叶天站起身，扯掉身后的印有蜂王大典的木板，露出底下的飞仙宴。飞仙宴不应该是蜂王大典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今日并非什么蜂王大典，而是为我举办的飞仙宴。我将代表太上们向武大家拿回本属于我师父的天命血气。狂娃，就凭你一个人，妄想对抗武大世家吗？叶天背负双手，放声大笑。青龙天尊已经在路上，到时候太上门和天神殿都将听命于我。来了，是邻家女战神，她终于来了。听说她一心想要拜天神殿主为师，成就一段佳话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林婉晴看着站在龙椅前的叶天，皱紧八字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镇北王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个狂徒居然敢冒充天神殿主，还请你立刻将他制裁。上次心慈手软，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非但不知悔改，还变本加厉，居然敢再次冒充天神殿主。我即天神殿主，何须冒充？反倒是你到处宣扬要拜我为师，现在倒好，真见了我反而不拜。哼，玉帝不拜，真命已逝，此生此世我都不会收你为徒。切！牙尖嘴利，保不住你的命，给你3秒钟，立刻滚下来，否则休怪我刀下无情。眼看林婉晴的刀即将出鞘，唐诗瑶赶忙上前求情。镇北王息怒，叶天他就是一时糊涂，求您看在我唐家的面子上，给他一个机会。小小的唐家，在我这里没有面子。镇北王息怒，一切都是那个废物狗胆包天，和我们唐家无关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要找就找他。叶天见状怒指林婉晴，感动我的女人，你已有取死之道。上次交手，我尚未突破，如今我已是化神境。与我相比，你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小小的皮肤，而我是参天大树，凭你如何能够撼动我？你要死就死，别连累我们唐家，还嫌害的瑶瑶不够吗？机会我给过你了，你不知道珍惜，那就死吧。眼看林婉晴手持利刃逼向叶天，危急之时，秦可人从天而降，拔剑斩飞林婉晴的宝刀。婢女来了。秦可人为何要出手对抗镇北王？莫非是在保护那个废物？秦可人，你想干什么？这话我该问你才对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才是天神殿主，而他不过是个李代桃江的小人而已。什么？秦可人是龙帝之女，肯定见过天神殿主，连他都这么说，搞不好这是真的。不可能，天神殿主是至高无上的强者，怎么可能就是个小小的炼体境？楚明双手插兜，嘴角歪上眼角。镇北王，你没错，他一个罪人之子，怎么可能是天神殿主？罪人。此时，沉默的虎尊掏出一本叶家秘史，当众举起来。大夏2000年，叶凡盗取叶家至宝无极龙戒，携妻子逃离叶家，幸得现任家主叶龙相出手，击杀叶凡。只可惜还是让其妻子逃离，带走了无极龙戒。现在戒指就在你这贼子手上。你一个罪人之子，也敢冒充天神殿主，真是狗胆包天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唐诗瑶捡起密史细细阅读，一脸震惊。叶天，这都是真的吗？当年侥幸让你逃过一劫，苟活到今天，没想到你不知道惜命，还敢跑出来冒充殿主。原来他是叶家的罪人，居然还敢冒充殿主，简直就是罪无可恕。唐诗瑶，你先别激动。秦可人转过身，看向众人，大家先冷静一下。若他真是罪大恶极，我身为帝女，又怎么会拥护他？你之所以拥护这个冒牌货，是害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。天正龙战结束，我的好兄弟秦般若获得最终的胜利，即将继承龙帝之位。你害怕地位不保，就铤而走险，推举一个冒牌货接管天神殿，如此就能保住你的荣华富贵。听完楚明的话，众宾客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我们差点被他给蒙骗了。想不到堂堂帝女也堕落了，请镇北王出手制裁这2个贼人。事已至此耶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？爸爸，林婉晴再次冲向叶天，秦可人准备上前，却被叶天按住肩膀。我来。叶天上前伸出2根手指，直接夹住林婉晴的刀刃。怎么可能？我已入化神境，你怎么还能挡得住我？哼，我已打破桎梏，无敌于世。这个世间能胜过我的人还不存在。说完，叶天轻轻转动手指，林婉晴的刀竟直接掰断了数片。让我看看是谁这么狂。天神殿玄武朱雀天尊道：
两位天尊来了。天神殿3大天尊到场，这是何等的盛况！虎尊与楚明相视而笑，仿佛孙猴子等到救兵一般。你们俩来得刚好，这个小子不知死活，居然敢冒充店主，还有帝女，竟然助纣为虐，想要利用这个冒牌货鸠占鹊巢，保住他的地位。我们收到青龙之令，今日店主现世，要助他接管天神殿，请可人，谁给你的胆子去拥护一个废物罪人？他不是罪人，你们都被蒙蔽了。叶天他才是真正的天神殿主。可笑，青龙说了，持仙剑者才是真正的店主。告诉我，现在九五之风在谁的手中？只见楚明从虎尊手中接过九五之风，两指蓄力，俯过剑身。孰真孰假？我看3位天尊心中已经有数了吧？你无耻！这把剑肯定是你偷出来的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证据呢？倒是拿出来啊！身为帝女，居然办出这种蠢事，快束手就擒，否则龙帝的面子我们也不给。朱雀口出狂言，把叶天逗得仰天大笑。什么3大天尊？我看啊，是3头蠢猪罢了。天空传来4个字：3头蠢猪，瞬间惊呆众人。他居然敢如此蔑视3大天尊！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这是自寻死路啊！3大天尊怒视叶天。好，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狂妄的人了。我乃朱雀天尊，镇守南方，入化神境界，曾一战封神，击杀妖族诸王。我可有资格审判你？不够。我白虎天尊，镇守西域，炼成9转金丹，虎豹雷鹰，震慑异域，可有资格？不够。还有我玄武天尊，镇守北方，18岁入陆地神仙境界，可有资格？你们3个加在一起都不够。天欲其亡，必使其狂。你一个无能的罪人，也敢如此猖狂？今天是店主降世之日，不宜见血，给你个机会，自裁吧。我也给你们一个机会，现在立刻跪下，向我臣服。或许等我重掌天神殿后，能保留你们的天尊之名。小子，你成功的惹怒本尊了。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，那就送你一程。王者的怒火，你承受不起。话罢，3尊纷纷亮出武器，摆开架势，眼看大战一触即发。唐诗瑶慌忙挡在叶天面前。3位天尊息怒，我代表叶天向你们道歉。滚开！今日此死必死。拦路者杀无赦。糟了，事情大了，必须要尽快通知父亲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加快速度，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封王大典。是。瑶瑶，多谢你，剩下的交给我。你怎么抗？这可是天尊之怒啊！所谓的天尊，在我面前也不过是蝼蚁。今天我要让世人知道，你的男人不是个窝囊废。叶天挺身而出，站到3大天尊面前。我赶时间洞房，你们3个乐色一起上吧。我看谁敢动！龙帝大喝一声，众人目光齐齐望向门口。只见龙帝背负双手，单手转着篮球到人群中央。参见龙帝。坏了，他怎么来了？叶家不是说会拖住龙帝吗？老龙，你来的刚好，这个垃圾居然敢冒充店主，我这就将他拿下。龙帝抬手，猛地一把巴掌扇飞晃动脑袋的玄武。瞎了你们的龟眼！老龙，你打我干嘛？他才是真正的天神店主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目露惊色。什么？他真的是天神店主？完了，我们刚才那样对天神店主，岂不是要大难临头了？朱雀暗听玄武摇晃的脑袋，两人立刻扑倒，朝着叶天跪拜。我们2个有眼无珠，还请店主责罚。念在你们是初犯，饶你们一次。店主宽宏。现在告诉我，谁才是冒牌货？楚明紧张地抓住虎尊胳膊，所有人目光如炬，朝两人步步紧逼。你快想办法！扑通一声，虎尊滑跪在叶天面前，一脸委屈。是他，都是他冒充店主胡作非为，我是无辜的，请店主明察。尼特们，来人，把这2个念上逐出，择日发落。龙帝转过身，看向林婉晴。至于你，天资不错，奈何心性和私德有亏，只夺镇北王的封号，到北境历练10年。是。话音未落，叶龙象带着叶凌霄闯入大殿。不愧是龙帝，你还真是搂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风采依旧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们好像没有邀请你吧？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你还能撑多久呢？突然，龙帝一口老血喷出数米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在龙帝准备支援叶天之时，一蒙面小喽啰突然杀来。司机捡起地上的刀舔了一口，口吐白沫。不好，刀上有毒！龙帝，带我去医院。今天是店主的大日子，区区毒伤，奈何不了我。
你中了我们叶家的奇毒王不留行，还能坚持到现在，佩服佩服。纵我身中剧毒，需9成功力压制毒性，一样可以无敌于世间。有本事尽管来战。我很佩服你的决心和勇气，不过有些事不是非要用武力解决的，那太野蛮了。你看他是谁？众人望着披头散发的黑皮叶凡，一脸茫然。抛开肤色与样貌不谈，为何我会觉得此人如此熟悉？怎么连你自己的亲爹都不认识了吗？什么？他是我爸？想不到吧，我一直留着他的贱命，就等着这一天呢。孩子，你长大了，不用管我，我在非洲挖矿数十载，如今早是烂命一条，也该下去陪你母亲了。叶凌霄一把攥住叶凡的头发，老东西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敢放肆！爸，放开我吧，否则你们都得死！我就是不放，你奈我何？你找死！叶天刚准备上前，叶凌霄却拔出宝剑抵住叶凡喉咙。再上前一步，我就要他的命！你个卑鄙小人！卑鄙又如何？成王败寇，胜者为王。今日灭了你们，100年后，世人只会知道叶凌霄，而你永远都只是个烂在泥里的罪人。你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交出无极龙戒，跪地认错，否则你爹立刻没命。眼看叶凌霄高举利剑，要看向老爹秀发，叶天赶忙叫停，伸手摘下龙戒。孩子，不可！交出龙戒，他就可以随便拿捏咱们了。那龙戒本来就属于你，是叶龙向这帮狗贼窃夺了本该属于你的家主之位。叶天攥着戒指看向老爹，爹，以前孩儿无法尽孝，让你受尽委屈，区一枚戒指，给就给了。无极龙戒终于是我的了，哈哈哈哈！现在给我跪下！叶天，不能跪啊！叶天，虽说男儿膝下没黄金，但你这一跪，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数3声，再不跪，你爹就得死！眼看叶天被逼下跪，叶凡见状大吼一声，挣脱束缚，一头撞在墙上。爹！叶凌霄看着被彩虹染成5颜6色的衣服，一脸嫌弃。老不死的，临死还把老子衣服染了个色，真该死啊你！你找死！现在无极龙戒在我手中，有此神物，在这个人间还有谁是我的敌手？哈哈哈！我才是真正的举世无敌！我要你的命！等我戴上戒指，老子弄死你！叶凌霄戴上龙戒，打了个响指，期待神迹降临时，却换来365秒的沉默。怎么会没反应？戒指里的灵气哪去了？灵气早就被店主吸入体内，现在的他已经肉身成圣，当之无愧的世间第一人。不可能！那我不是白忙活这么多了？话音未落，举着拳头的叶天已然来到叶凌霄面前。别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可以把叶家的一切都让给你。叶龙相望着凄惨的叶凌霄，满眼惊恐，而眼前的叶天如杀神降世，全身裹满怒气。打了他，可就不许打我了哦！爹，还有一口气，叶天，交给我，我会请全天下最好的医师为伯父治疗。麻烦你了。见父亲被人抬走，叶天转身走到龙椅前，霸气转身，睥睨众生。参见店主。他居然真的是天神殿主，想不到我错的这么离谱。林、楚、唐、叶，秦家传人何在？当年我师父太虚真人曾自斩一刀，为你们5家立下天命血誓。昔日因，今日果，我代表太上门将血气收回，你们可有异议？我秦家没有异议，我唐家也愿意，我林家愿意。我可以说不愿意吗？龙帝瞪着楚明，灵魂出窍，面具掉落一地。楚家也愿意，叶家也愿意。血誓完成，天命回归。叶天抬手唤出一个木盒，武大家身上书卷飞入木盒，顷刻5道金光冲天而起，汇成一口七彩龙洞。就在众人震惊之余，陈太虚摸胡子从洞中走出。好头儿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拜见师父。好头儿，如今大劫度过，你也是时候成家立业了。瑶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